克里姆·萨尼·德米特里·尤里耶维奇，非常高兴。让我们说说这个播客的内容。开始，我现在要在阳光下找个更好的地方。总之，要录制这个播客。是的。总之，这是从一开始就糟透了。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刻就该过来。在之前，你已经飞过来了。播客的主题刚好，我们在我的港口附近，我这样称呼，这是我的港口，但离港口很近。总的来说，我们与安德烈先生是精英作者，顺便说一下，出现在视频会议中，而这个播客会有一点怀旧。我们认识了10年，这位灰色的红衣主教帮我在股市中上传第一个模板，然后他非常帮助我理解表达式，当然他为我写，因为我完全不懂，帮助了我。我参加了课程，感谢我通过了他的脚本写作课程，这就是基础。我创造了一个能够让你导出项目到需要的地方的 AIT 到了该去的地方。总之，从达芬奇到普里马过渡到了影视制作。总之，我会强烈推荐你。比，你怎么了？好的，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一直保留到现在的时刻。罗曼问候你。好的，也问候他。罗曼，你听到了，我转达了。让我开始吧。你打算从哪里开始？好的，我觉得实际上我们会回到起点，就是你所说的嘛，或者我们只是现在我们来做一些就是所谓的反编译，对吧？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没有太多的对话，我们在想。我觉得我们有点对摄像头害羞，我肯定有点害羞，因为不知道，这有点不习惯。无论如何，你试图看那里，虽然应该看着你自己。现在我们要分散注意力，我觉得我们要走了。总之，我们在喀山认识了你10年前，在这个地方。来吧，让我们去。我已经不记得你是怎么到喀山的，那么让我开始吧。来说一些细节。Vasil 叫我去的，他实际上是 Ferda 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创意动画公司的所有者。当时我在从事新的动画工作，因为我喜欢 Timur Konstantinov 创作的 My Next Vision 视频。那很酷，我被点燃了。这是一个很酷的主题。我大约做了2年这个，一些零星的东西。而且，由于我有一个频道的视频 ，Vasil 给我写信，并提出要共同工作。我做了几个远程项目。然后他邀请我去喀山，而我想，为什么不呢？然后他来了。在喀山出差的时候，这是你的第一次出差吗？是的，第一次。然后就没有了吗？不，后来我还来过一次。什么？忘了吗？那时候我们认识的，我之前就来过。啊，你在说你的第一个经验时刻？你看，我几乎错过了这一刻。你怎么学会动画的？通过哪些课程？康斯坦丁通过训练营做出了贡献。实际上，但那是之后的事。起初，我只是碰巧看到一些视频，我甚至不认为我学到了什么。我有了我的第一个项目，我不清楚如何完成。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 After Effects 中的动画是如何工作的，但我一直在试验，然后大概成功了。后来才开始上一些课程，碰巧发现剪出一些碎片。总的来说，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你呢？我之前用钥匙弹跳，我还没看过蒂穆尔·康斯坦丁诺夫，他也在训练营。顺便说一下，这样弹跳就全都出来了。我从 Photoshop 来到 Motion。我当时在德文尼艺术学院消磨时间，我记得。顺便说一下，我还在活着。是的。那里顺便说一下，有文字文章和教程，我也看过他们。我的第一个 After Effects 版本是6:5，在那里直接在光盘上。顺便说一下，也有 HTML 格式的教程。其实，当我发现自己在那里时，甚至 HTML 也存在。我也做了一些不同的视频，还有一位圣彼得堡的说唱歌手，叫做我和瓦西里相连，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是音乐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把这叫做
为了乐趣，我制作了一个他的音轨的视频。瓦西里非常喜欢这个。当时我在 VKontakte 上有一个群组，他在那里问我怎样才能联系到这位先生。那时我正在部队，我弟弟回答他，这位先生正在部队，等一等吧。让我惊讶的是，这个人等了下去。我想说，这个人等了下去，这样就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我记得他给我写信，说这是我的黑暗过去，甚至不想提起那些事情。瓦西里给我写信，发了一些例子。他问：“你可以吗？”我对他撒谎了，因为我做不到。但我看了，我大致明白需要做什么，所以我开始看训练营，希望能学到一些窍门。这就是为什么我开始看这个训练营，以便能从那里汲取一些灵感，特别是关于丑闻的真相和那些相机的特殊技巧。Кстати, вот прям офигенно было. 顺便说一句，他真是太厉害了。Он меня, Василий, заодно научил нормально с кривыми работать. 他也教我，瓦西里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我以前有点靠运气。Наверное, их анимировал. 可能是他让他们动起来的。Изинки он не показал. 他向我展示了一些东西。Собственно, вот так. 实际上就是这样。И в какой-то вообще удивительно. 而且还有一个真是意外，他和我一起工作，因为我真的很混了。这真是一个活生生的错误。Когда моя голова пришла в норму, мы с ним общались. Говорю, вот если бы я был на твоем месте, я бы самим собой с прошлого никогда бы не работал. 这里是跳跃，就像他从一个陌生号码给我朋友打电话一样。他接起电话说：“为什么是和你？”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说实话，这事还挺吓人的。你这样就像是我知道你住在哪儿。他给家里打电话，他在那里什么什么地方找到了。也许我给了他，我不知道。他打通电话，我不在家。他和我哥哥说话，我哥哥打开电脑找我的项目，看看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但我明白，这个人有最后期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想尽一切办法，就好像拿到项目，知道情况，他在那里工作，没工作。就好像我在主要部分没工作，我开心完了，我完全脑子混乱。后来开始了一些出差，悲惨的出差，简直是无尽的痛苦。很有乐趣，就像，但还是跟人们住在一起不是很舒服，就好像。丈夫还是妻子，你在那里怎么称呼？捕鲸者。好的，那就切换下话题吧。总的来说，某个瞬间，我们两个都在喀山，边与线相遇，星辰相映。那时候，瓦西里就开始唱歌给我听了。有个朋友在那边拍视频什么的，挣钱了。现在我们要一起做一切。我记得那首歌很好，我认为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真是太好了。我有个问题。你在什么时候注册 VideoHive 的？恐怕是2013年，可能吧，也可能更早。顺便说一句，2011年，我记得是2013年，我觉得是在2012年之后开始的。我也很早就知道Hive，我甚至在上面注册了，但我聪明不够，无法理解所有这些英语。在你向我展示之前，我从未尝试过。这是我们两个人已经进入2000年，这是2015年。但你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作者，你在盖茨比上已经有作品集。我最初也注册了，因为我在某个运动设计师的 VKontakte 上看到过他，我就说。这是什么？注册了，看了看模板，定价。我说什么？不明白。1年后，我又回到了这个。我说为什么不试试呢？这是一些有趣的新东西。上传了我的第一个模板，得到了$19，然后我就酷。最终我将价格提高到$50，我甚至成功提现了。然后我说，哎呀，这些钱真是金矿。И начал что-то делать. После этого
也许你从 VKontakte 群组中了解了这个团体，有关高级你从 VKontakte After Effects 群组中了解，他们有时在那里询问并说这里有一个主题。那时这种类型，但事实上该主题似乎当时没有被任何人掌握，所有东西似乎都被忽略了，作者并不多。听着，对我来说，对互联网的看法只是，总的来说，基本上原始的，只是开始了联系。你现能代手。明白了，已经经历了一些阶段。从2008年开始，参照于2008或2007年创建，我可能甚至没有外部整合，这是个问题。在这里，有些事情我在城里有本地互联网，是的，有一些与游戏相关的本地服务器，我甚至以某种方式在那里下载安德克雷默的课程，也就是说，我在 FTP 上找到了这些。那时候是这样。我记得一个有趣的时刻，就在我看 DVR 的时候，在 TLF 论坛上发表评论。我该死，外部互联网很贵，我非常想下载所有的 DVR， 这样我就有所有有关 Photoshop 的教程了。有人给我发私信，我不认识这个人，以前也没见过他。如果他看到这个播客，我想对他说声谢谢。因为他帮我创建了代理服务器，我的外部互联网就变得免费。我下载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也许半年，也许1年，也许几年，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外部互联网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太棒了！实际上听起来像，每当我有互联网访问权限时，我总是尽情使用。我还记得。所以，关于卡片，已故的同志，他过生日了。然后，当大家都在欢乐时，我就带着 U 盘在他家待了整整1天，下载 DemiR 的课程。格式是像不仅仅是有图片的 HTML， 以前他创建了某种类型的归档，里面有图片和 HTML， 然后就是立刻有了图片和 HTML。我明白，过去确实是完整的下载，但后来从某个时候开始，只能下载 HTML 页面。现在只能下载插件和图片，并将它们打包成一个 HTML 页面，例如 BaseX XIV 图。对。好的，播客结束了，稍微出发。总体而言，还好。总之，涉足业务的人，进入 Motion 的人，某些时刻，他们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就是这样。最终我们来到了视频海湾，你只是有点偏离了原本的想法。我们来到了 Video Hive 的母堡，事实上，当时只有视频高级，不，还有一些库存。我不记得了，可能是飞马5号。是的，可能是飞马5号，但它并不特别流行。而事实上，关于飞马5号，我可能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听说的，因此始终强调了高级视频。我想，现在我可能想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跳来跳去。有趣的是，当我设计第一个模板时，我受到 Vimeo 的启发，结果被 After Effects 群组封禁了。因为我说话很直接，我记得那时候我非常担心，在这样一个专业人士的群组里。顺便说一下，我也被封禁了。你被封禁是因为什么？我不记得了，好像有人冒犯我，然后我就被封禁了。他们实际上封禁了很多人，甚至是就是说你不同意管理员的某种看法，他就会说好了，你被封了。那里实际上是一个最独裁的地方。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觉得在这个群里很酷。虽然我没有和任何人交流，但我喜欢有关家庭作业的。而且你知道最有趣的是什么吗？总体上当我制作一些非项目的副本时，这些视频都是商业性质的。我被抓了1、2次。实际上，我被封了。所以他们总是做这个，基本上是你想写点东西吗？看着并重复他们的动作，看着并重复他们的动作。我把它带走并重复了。这时谁需要重复呢？那时候我基本上没有考虑版权问题，这是否重要无所谓，可以这样做，不能这样做，重要的是完全一样，不要复制全部，稍微稀释颜色，只是拿别人的视频，然后调节色调饱和度，颜色会不同。而那时的 Haber， 如果我们现在看，有很大的发展。
丰富的视频教程、课程、脚本也很重要，他们加快、简化了工作。例如，当我在处理 motion 时，接我使用的脚本可能是 Copy-Ease。我所使用的副本也许是在蒙版上剪辑，或者在预合成上，没有其他脚本。总的来说，直到我开始全职工作为止，我基本上没有使用过任何脚本。直到那时，我才了解脚本。显然，表达永远都是简陋的。关联颜色 Vigil 和 Timur Konstantinov 使用了拼音。完成。现在只是拿起来做。是的，条件好像改变，但是那时也不那么容易进入。从一方面来说，只是进入；另一方面，要学习 After Effects。你可以就在真空中。那些我做的视频，就像 Koji OBM 一样，对吗？计算机性能太差，我的内存可能只够用1秒钟，也许。我做了一个视频，在那里播放2-3分钟，我就这样粗略地说，坐在针上。还有这个，这是什么？努力连接一些部分，以便在合成时它们重量更轻，单独渲染。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个有趣的经历。我坐在笔记本电脑前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但是笔记本电脑无法承受渲染，必须给它放些凉的东西，比如凉牛奶，否则它会因过热而关机。这时，如果返回到动作，也可以制作一个类似的滚动。计算机非常弱，可能要花一整天来渲染某个视频，然后它可能在中间某个地方中断。如果视频搞砸了，你就要重新渲染，然后尝试按片段渲染，然后再将它们粘合在一起。我总是感到苦涩。这样折腾一整夜后，你回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实际上，为此可以使用像 TIFF、JPEG、PNG 之类的帧序列，以便你可以继续处理这些麻烦事，然后当你拥有完整的序列时，叠加音乐就可以了。我后来才明白这一切，这是经典。最近我也发现，如果拖动某些属性，比如位置，在预览中拉伸，会生成一个表达式，用来展示类似的东西。这被称为滚动或类似的东西。Итак, нет, я о том говорю. Ты никогда не взял и не привязал этим кнутом. Ты берешь позицию, свойства слоя, перетягиваешь, тянешь на окно превью. И у тебя создается текстовый слой, где написано выраж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будет показывать позицию слоя. И так можно взять любое свойство. Это в какой версии? Я не знаю, в какой, но в последних точно есть. Ну ладно, я понял. И для меня это было сюрпризом. Иногда, когда пишешь код или отлаживаешь что-то, полезно понять сразу, посмотреть, как он работает, показывает. В 22-й версии это есть. Итак, мы немного отошли от темы. Давай немного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ть, а то мы прыгаем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С какой точки продолжим? Мы стоки зацепили. Можно просто зацепить другие стоки, что стоки – золотое время. Это было примерно с 12-го, наверное, по... 16还是18？听着，我是18岁的。我的黄金时代是另一个时期，在这方面。我可能会有点争辩，因为比如在 Video Hive 上，我不认为有什么杰出的成就。是的，我在那里挣了钱，有的，但并非所有项目都成功，而且我可以无限期的开展项目。3个月或者1个半月孕育出一些东西，这也是一种看法。现在我会做一些事情，然后你会感到失望。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记得当你成为精英作者时，我们和 Roman 一起庆祝过。我们买了蛋糕，非常高兴。确实，我们为 Regard 很高兴。
谢谢，很高兴。我不记得了，也许还在米特罗佐玛那里。顺便说一句，实际上米特罗佐也在为瓦苏工作，所以视频海夫是的，某种程度上成功了，有一些金钱，但是直接就在我这里。黄金时代的股票与 Motion Array 有关。好的，这总是发生的，这是真的。索利克叔叔有点忙，不要开始做某事，然后就发生灾害。而我在2017年进入了 Motion Array， 在高瓦之后的2年。我买了一个课程，我不记得是谁写的。就像那个想法是，课程实际上是关于 Motion Array 的。我们在这里制作首印模板。总而言之，还有最新的课程，不是在所有东西都停滞不前时，而是在这仍然相当时尚的时候。还有，是的，它现在仍然很时髦，明白吗？就像我看到的那样，时间是不同的。不同的英雄，这是明白的。在这作者那里有关库存痛苦的回忆，这些回忆会妨碍在当前情况下正常行动。拿同一个例子，出现 Motion Array， 我读了很多关于有人上传项目导致由于无限制订阅而贬值自己作品的争论。是的，最初那里并不完全是无限制的，我记可能有这么多，那里可能有100个。无论如何，但我记得情况就是这样。天哪，这太可怕了，这就是糟糕，这是可怕的。你在贬值。总的来说，你们是很糟糕的人。后来还有无限制订阅，那时我还加入了不同的小组。大量的人，我感到惊讶。作者们的头脑里开始有了理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但他们有一些理论，比如我做的项目越多，赚的钱就越少。一开始不忙的时候，一切都好，一旦开始忙起来，我的收入就下降了。我记得这个主题，它在任何地方都有效。你一开始工作，收入就好像真的在下降。你一样，好像我不工作3个月。它要么一样，要么甚至可能增长。这个理论就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你懂的，就像有某种不公平法则。总的来说，我非常不赞同这一点，因为当我在 Motion Array 上时，在某个特定时刻 ，Motion Array 给了我动力去从事 Lexel 的工作。我觉得是这样的，他在做预设。我们在组里分享他的工作方法，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摆脱那个状态。记得第1个月赚了64美元，第2个月也是164、300。总之，我一直在忙碌，但却原地踏步。那时候，我开始进行实验，开始做字幕，开始尝试做过渡效果。我记得我们经常在那里交流，通过电话联系。我多次表达我是如何鄙视过渡效果、字幕和预设的。总之，我当时非常，这有什么用 ？Premiere 的同样课程，这有什么必要？有 After Effects， 为什么需要？为什么需要这种误解？而 Lexel。在某一刻，我只是分享统计数据，我不记得那是哪一年，18年，可能是19年。他当时凭借预设，在 Motion Array 上赚了5000美元，我连1000都接近不了，他有5000，这让我非常激励，这绝对会让人振奋。这个人在讲述，而且是一位很有趣的作家，很少能遇到这种情况。当这个人正在忙碌，看起来一切都很好，应该继续下去。我厌烦了，我去做其他事情了。我想要开一个 YouTube 频道。在这个主题下，给我一个例子。我也经常遇到，我记得有个人记不起昵称，也不记得名字，他来自联系人。我看到他在某个群组里发布了截图。群组，你知道是谁吗？我想是 Churkin。我记得那里，我觉得那里开现在是自由，自由，是的，自由。总之是这样。然后他在那里发布了，好像是说我第一次赚钱了，那里1个月600美元。我看了看，这太不真实了，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而且有人后来发布他的位置，
300、500，一直到1000多，我觉得这到底怎么可能？等等。然后这些家伙他们就走了，他们那种类型。他们在 VK 有个小博客，然后就是我受够了，我比你差。他们说兄弟们，你们都忙什么呢？他们仿佛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仿佛消失了。看起来他们是你在干什么？我不明白。总的来说，对我来说太疯狂，我就是这样。家伙们，你们的收入如此出乎意料。那时候，马林诺夫接受了，怎么回事？预设。即使与模板相比，看起来像个误会，但钱也是疯狂的。他花了$5000买了个公寓，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他积攒了买公寓的钱，做得很棒，看起来很英俊。现在他处于巅峰状态，我不太喜欢这个，我想做其他事情。我觉得他走了，可能是在做 YouTube。可能是在做其他事情。后来我自己没有看到，但有一位朋友写道，他似乎在某处冒出来。他说：“现在我有2000多个工。”多年后，他似乎不再那样做了，并且做了。此外，最近预设的一位作者，就像 Motion Array 为我们第2次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削减了作者的收入。其中一位预设的作者可以说是预设之王，他们称之为共享的统计数据。关于他的预设，好像我们和他交流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人。他只是发现了可以做的事情，他从来没有从事过欺诈活动，这也让我感到惊讶。只是走进去，开始做些事情，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在那里开始切割之前就显示出来了，他的收入达到了$10,000，非常接近7、8、9千美元一个月。在预设中，在一些狗屎上，你知道，事实上很多人像拼图一样的预设，如果你进去看，这是一个长条小人。我记得他们看起来好像更好一点，人们好像很努力，似乎有一些竞争出现了，但那时你只是看着人们在膝盖上创造。如果当时我知道，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在他们的团体里会讨论一些话题，我记得那里也讨论了一些设计主题。Motion Array 想要高质量的模板，同时削减我们，就像在削我们的钱一样。而我在那儿不记得，也没有留下我的话。事实上我已经讲完了整个故事。在我身上，我的运动设计师死了。真的，我完全不看动态设计了。顺便说一句，我们再次回到动态数组。我没有说完。我受到了这一切的启发，开始努力做，并且做得有规律。我想我在1个月内完成了60多个项目的记录。那时候的回报如何？它实在是令人震惊的。真的，就好像你在参加冲刺比赛一样。其他作者批评了我，好像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工作？不，总的来说，我从来没注意到在独联体地区，作者之间会因为收入而争吵。但我认识一个作者，敬请期待。我不知道，不管是开玩笑还是认真，他似乎很认真地把这些当作我的竞争对手。他就是这样看待的。我们有时会有一些讨论。他说，即使这些作者没有说，但他们确实是竞争对手。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的，我们都是竞争对手，但大家都差不多够了。但是，你知道，我也有另一个朋友，我们也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激烈的竞争。他在那里制作 PP 预设，那些作者真是极其好笑。或者我在那里做企业风格，我已经钻研企业风格很多年了。企业风格，我擅长这个，我习惯做企业风格，我只擅长做企业风格，因为我能做到。
那对于我这样做排版设计的人来说，谁是我的竞争对手呢？那谁？他简直是个笨蛋。我们的竞争如何交叉？对，完全没有。实际上，就模式和主题而言，是的，他们不交错。但是当有很多作者，并且他们已经涉足每一个主题时，那么这仍然是竞争。我们可以选择不注意它、忽视它或不予理会。最好选择不予理会，否则你记得，有人问过，我也记得，当我进行高级 Ethereal 时，某人问道：“这是你的竞争对手，你为什么要讲述这个？”我仍然没有将其视为直接的竞争对手，相反，总的来说，对大家来说都够用了。为什么要为此而烦恼呢？如果为每一个可能说的东西而烦恼，你为何而活着？最终分享这里的知识是有意义的。毕竟，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不会让两个厨房对立的地方。是的，他们离得远一些。也就是说，当你走着走着又饿了，所以停下来。好的，瞬间，再加上作者们还没有那么多，许多飞快的，他们来了，做了2-3个项目，他们就欠款了。他们，有些虚弱。回到话题，我确实在寻找项目。我的意思是，当我停止按照只是工作时，我还有一段时间。抓取反射，自由职业者的。我们曾与 Alexei Churkin 交谈过，他说这是自由职业者的抓取反射，一种西班牙音，什么东西？在地平线上好像闪亮。当时我有个天真的想法，总之，这是一个这样的项目 ，Rash 俄罗斯电子学校，还有，看起来似乎不难，那里需要做一些事情。在主要部分是剪辑，有些地方用钥匙，有些地方添加字幕，在那里一切都基本模板化，不复杂。我喜欢这个项目，大概半年前，可能他们在做。那里有很多课。1年里有关于历史、生活安全和文学的视频课程，我们团队一起做，可以这样说。来自不同城市的人，我们忙于这个项目，正在编辑。我有一个天真的想法。再一次，因为我已经多次遇到过，我现在要开始做自由职业者，并在闲暇时间继续做一些模板，因为我已经讲过奴仆思维的事了。我的奴仆思维是如何被打破的？我完全不能独立工作，一点儿也不值得为自己做一个模板。我无法创造任何东西，我无法想出任何主意。这是一个时间的延伸。如果有客户，我整晚不睡，我忙碌，我做点什么。我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责任感，才能做任何事。当我从事自由职业时，到了自由职业的末期，我简直讨厌自由职业，因为它极度压榨了所有精华。因为那时的我还年轻，经验不足。这些整改工作、无规律的时间表要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而且时间上也很拉长。对我来说，简直就像蹦床一样，就是要让人们陷入困境。毕竟我们在工作，必须完成。谁对我有承诺，就如同有所期待。末期我简直咒骂这份自由职业，但我得出了一些结论。当时，为什么你能如此负责地对待别人？为什么你对待自己不能像这样负责？如果你对自己如此工作，你会取得惊人的成绩。这就是动力所在。如果你能认真起来，这是一种心理宣泄，就像我去喀山的情况类似。例如，来工作吧。我们当时开始工作是在5月份，我记得是在6月份。我到喀山来了，在2月份。没钱，顺便问一下，早干啥？领导叫我，你一直到夏天都住在哪？是的，一开始我住在他家里。后来，当工作室出现时，在那里住着让我感到不舒服。我不喜欢和人在一起，我开始住在工作室里了。
你知道那里的条件，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那时候装修了一下，好吧，床垫，科利亚，非常感谢你。音响师，他看到了一切都很沮丧，因为我的梦境如何经过。有一种粗糙的胶片。科利亚把床垫送到了浴室。是的，那是他的床垫，我没有，而我。那里没有沙发，没有什么，有绿色的薄膜，你知道的，包装的就是那种东西。泡沫，比如说绿色的，建筑用的。我像一只毛毛虫一样卷进去睡觉，以免在夜晚冻死。我的道路作为动画师是一条痛苦之路。他们选中了蝴蝶，那么就像这样，因为我也参与了其中。当我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很高兴。例如之前的情况，这是最后一次我经历了这样的。之前也在那里工作过，工作室在那里，在工作室过夜，那里有箱子，我要么睡在箱子上，用夹克代替枕头，要么把椅子放好，然后像软绵绵的面团一样睡着。太棒了！秘书早晨来了，我会就像你这么早？是的，是的，是的，我就没带着袋子离开办公室。他们在那里跑来跑去，我也不知道从谁同意。总之，真是扯淡。我们和你一起出去玩，我也讲一下这个故事。比如，所以没有钱。我在这个建筑上工作，那时候我算是幸运的。我男朋友，我记得那是卡萨奥运会，我被安排到设计师罗曼那里。还有这个翻译，很遗憾，我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但他真的帮助了我，帮我生存下来。他有钱养着我。顺便提一下，多亏了他，我认识了基督，开始读圣经。非常感谢，这对我人生也帮助很大。当时弟弟在马上不去参加葬礼，他们给我打电话，通过 Skype 给我打电话，我哭了。我当时还准备去崔家临站，我记得我没有钱，我父母建议我省钱，我当时就已经确立了我的目标，我必须长大一点。我不想接受帮助，虽然别人可以帮助我，但我想自己学会应对一切。我哥哥要去军队，我无法去送他。当瓦西里在我出生时候给我带来钱时，他看着我，说要去吃饭。我告诉你，我瘦到屁股都下垂了。当我动的时候，屁股就下垂了。这是最后一件事。我回到家，妈妈看着我，她眼里含着泪，她认为一切都结束了。我开始变臭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进食的经验，不喝不吃几天，你就会开始变臭。谢尔盖，我不知道，就像洋葱一样散发出来。你会发这只是他的病人 tube 给了他，但他立刻就有钱了。去了一趟教堂，沙拉和1周内购买了一大堆，可能有好几公斤，吃得很好。那么，这一切在我身上以某种方式培养了这种看法，即必须努力，必须做些什么。慢慢的，慢慢的，是的，这是多年来延续的。我们在这里简短描述，我自己都忘记了我脑子里进行的思维过程，但这肯定是一条苦难之路。这真的，我不知道，这种绝望，它追逐着你，你好像正在做某事，但似乎什么也没有。对我来说 ，Motion Ray 就像黄金时代，因为我仿佛开启了这种你知道的超能力。确实，我在印刷方面工作，也就是说，一切必须努力工作。我坐下来，1个月待在家里，可以做3个月。而这1年来，我从 Motion Array 开始，从2017年开始。我认为我上传了67个项目，而且我认为自21世纪初开始，我每年定期上传大约100个或更多项目。
我通过冲刺工作1个月，也许1个季度，然后半年可能不工作。每次我做这个冲刺时，收入都呈指数增长，呈指数增长，呈指数增长，然后回报非常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你工作了就完成了。我有一个朋友也从事库存交易，有时他和我一起参与这些实验，他的结果完全一样。当我读到一些声称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变得更糟的作者时，我感到惊讶。在这方面看，那里很可能他们谈论的是另一个主题，有点像你每个月做了2个项目3次，看看什么也没有增长，甚至还停滞不前。比如说，当你什么都不做时，收入通常也会保持不变。是的，这是在谈论什么？这里也许也是。关键是这些作者是被 Video Hive 宠坏了的。例如，如果他们从 Video Hive 转到 Motion Array， 那里的订阅系统而且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同时，一方面是的，我想做一个可以让我发大财的项目。例如，我记得有一个这样的项目，正好有3张卡片被我标记 ，FX 是他第一个绘制的。我就像他那样，所有的东西都在迅速增长，但那是一个独特的项目。然后又一个独特的项目，那里有一个30张幻灯片，我记得那里。在脚本中投入了很多内容，然后视频镜像程序开始，并且其他最初的分隔面板开始出现。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试图想出一些项目，我没有成功过。后来我就制定了我的方法，我把我的项目称为，因为他们的寿命不长，他们有一定的期限，但他们还是会带来一些收益。我明白，我累积的越多，即使最终这个项目只卖$1，至少，但如果我有1000个项目，每个项目都能在不同的地方卖出一点$1，总的来说，这些结果都激励着我。另外，我也注意到，我工作的越多，我的模板质量就越高，因为我在寻找新的优化方法。你只是变得更好了，不是所有人都在做改进，有些人既不优化，也不提高质量。他们的内容可能多年都不会增长，他们好像凭直觉行事。总之，不是所有人都在真正的优化和提高。虽然在理论上应该是自动的，也就是说，你做的越多，看的越多，理解的越多，就会知道怎么做得更好。在这里，可能只是一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扔关于召唤的歌，不是召唤，更多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经验的指引。更喜欢的是，有人是为了钱去那里的。那些为了钱去那里的人，我觉得他们并不怎么需要这个。去某地为了钱不错，那太棒了。最重要的是，希望多年后不要变得苦涩。时间已经过去，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也许没有积累，但时间已经流逝。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你30岁，你30岁，我快35了。我已经是老家伙了。我看不到自己是一个40岁或40岁后会坐下来打造模板的人。我只是不想做这个。就算有可能制作模板，我可能也会制作，以其他方式。想法仍然存在，即使现在，我仍然认为应该从事模板制作，因为他们赚钱。是的，时代已经改变了，库存已经重置，情况变了。我真的很希望有一个作者经常进入 Motion Array 的排行榜前20名，某个大类别，像 After Effects 或 Premiere Pro 或预设，告诉如何增加收入。因为那里的秘诀是，如果你进入了前20名，我认为在某个类别里，你说的是目前的租金吗？是的，关于前45%的租金，是吗？那里有更有趣的事情，我听说过很多次，但我从未亲身体验过。可能，如果这真的有梦幻般的结果，那就值得努力和制作独特的模板。
例如，为什么我做的时候不想做呢？我的立场，这就是懂得那个开始扔了。在收入方面简直是灾难性的，也许甚至有叛乱。那么小，看看，要看哪里呢？好吧，我和莲娜闹僵了，看看。看一看，总之，好吧，他们削减了利率，但那里面有一个技巧，就是他们增加了下载量。正如我从一些作者那里听说的，这是乌托邦的，是的，就是这个。总之，在每个类别中可能有20，这就是那个顶级项目。如果你成为了这个类别的20个顶级项目之一，那么你的下载量就会增加。例如，你有这个顶级项目，它被榨取了1000次，他们自动将其增加1倍，再加一些其他东西，总之叠加在一起。正如我从一些作者那里听说的那样，在那里原本是1500，现在是3000。如果你进入了这种情况，类似奖励系统，就是这样。是的，只有极少数作者碰到这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但是那些遇到的人，他们真的很兴奋，说这太酷了。对我来说，数字就是一个明确的动机。一直以来，我为了钱而制作模板，不是为了设计。但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样做是有效的，告诉我的人是谁？信息来自哪里？为什么他不与梅莫舒纳一起？这更酷。为什么不是产品机器人推广，而是推广？所有这些似乎都写在这里。也就是说，他们什么都有。我只是想，也许不，根据传闻，不，这不是传闻，这一切都在他们那里。他是如何工作的？在那里写着，这些是使用艾特的作者，我好像从他们那里知道的。然后类型就是这样牛，但即使我们在播客中也不分享赚钱的事情，我也不想这样做。我们处于饥饿状态，谁能捐多少就捐多少，尽管他50岁了。对，但是一些人说，就很明显的是，这样一个提升是如何发生的？你看，这些作者很少，某一个类别20个，我并不认识所有的作者。但是如果事情确实发生了，并且你真的可以成为这些幸运儿之一，当他们提拔你时，也许我会继续在 Motion Array 上传项目。这意味着，如果某事产生结果，我知道这个结果可能会实现，我会尝试一些努力。如果真的有所收获，也许我甚至会对 Motion Array 采取仁慈的态度，而不像之前那样侮辱他。我们谈到了基达洛理解的问题与老演员有关。新来的人不会知道他们被骗了，没有人骗他们，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所以他们会来说一切都好，看着吧，一切都很好。对他们来说，这个系统就像第一次看到，所以没有问题。但之前有经验的作者们会遇到问题，过去更好，这就是区别在于经验。你当时在场或者当时不在场，我们谈过这个话题，仅仅有点点，真的仅仅有点点，可能就是这样。当指数到达21年时，我就开始做这个了，然后是第1年，Meta 的点击发生了，一半的收入翻了一番。应该说是成倍增长了。然后我开始从事 IT 开发。我几年前原则上根本没有加载模板，我记不清在第23年时加载了5个模板，可以说根本没做过。然后我记得在第24年里，我设定了一个目标，在年底前上传100个模板，实际上也是。我记得有一点不够，具体记不清了。总的来说，与其他模板接近，不仅仅是模板，我做了手脚，我上传了从模板渲染出来的图形模板。Photoshop。总体而言，我的目标达到了，甚至有点钱。再一次。在短期内，我记不清楚了。我觉得12月份，我好像上传了50个新项目。现在有人在听吗？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的下载量要么增长了2000，要么增长了1000，总之增加了。
我几乎立即看到了结果，只是我知道的事情是什么。首先，不是每个人都能以这么大的数量上传，而且在长期来看，我怀疑如果你是个独立作者，我是个独立作者，你能一直这样持续不断的上传。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实际上已经习惯于快速开展工作。有多久？在开发 ITU 的屏幕比例功能时，我想要在短时间内做很多事情。我在 VideoBolt 上传了200多个模板，这大约是通过档案。我们拿一个模板改变解密，是的，也就是说一个模板，然后它就会得到3个分辨率：竖版、方形和横版。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数字分成3份，200多。无论如何，这总要花一些时间。再次，同样的视频聊天做出来，立刻就有结果，直接就是一个数 x， 变成了2倍的数。即使在 Motion Array 的2024年末上传后，我立刻看到了结果。但可能是幸存者的错误，因为那时是12月份，可能有一些圣诞项目卖得好，这就像圣诞项目一样。在这个有机会，这是一个误解。然后从年初开始，我们再次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尖锐，即使看起来像是长肉，就像是有点消耗脂肪，别人再次接近你并且扼杀你。我们不会深入讨论。总的来说，所有作者都非常负面地看待这一点。我认为，总的来说，在任何地方，当有人干涉你时，没有人会高兴。合乎逻辑，并且在这一点上，我也理解，在某些情况下，原则上根本不可能回到你之前所处的那个位置。如果你是年轻的作者，那就是一回事。并且如果你那里有200或300美元，即使有人骚扰你，但你可以增加，甚至将这个增加。但以一个例子，一个作者记不得是谁，但他的下载量可能1个月16,000次。我不知道，总的来说就是巨大的数量，超过1万。这不是我这位作者啊，而且即使他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下载量达到32000。这个对年轻的投资组合来说，这是相当正常的，他们还会感受到增长，甚至 A2 的订阅者也有。当我们开始抱怨时，比如说我称自己为热门，其他作者有长期运作的热门，有500个项目，我们感受到还有其他一些作者。顺便说一句，我们共同的熟人谈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在你那里怎么样，但我这里一切都很好，我的一切都在增长。我当然为那些增长的作者感到高兴，成长总比下降强。因此就是这样，这就是你无法增长或回到你离开时的那一点。对我来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的心态。我没有兴趣去处理这些莫须有的事情。当他们在处理这些，规则变了，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是的，需要改变。都已经改了2次了，好吧，将有第3个。是的，将有1/3。容易说，再次在这里。此外，他们解释了用户的这种行为。伙计们，如果我们谈论的是经济，用户总是用每分的卢布投票，然后您的手爬上并开始发明扭转机制，他拔出更多。是的，这在哪里？好吧，总的来说，对我来说，这是总体上的某种欺诈。这是真实的，而且订阅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点，通常不会以任何方式调节，它可以用内部机制扭曲，以便简单的剪切。5个百分比，没人会注意到，你永远不会知道这样的时期，而且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其扭曲，即使从某些法律观点的角度来看，也没人会注意到。
这是一种内部机制，是什么问题？也就是说，很多事情都被隐藏了。这不是直接销售，你可以立刻看到销售，没有意义欺骗说。这不能转，总是倾向于让 motion array 获利，同时始终对作者进行宣传。这是为您，这是为您。我们看了，我们转过身，这是福祉，这让人最烦恼。我经常与人交谈。我告诉你，如果 motion array 简单的说，伙计们，我们现在要多收点钱，我会更尊重他们，无需解释。我们这样决定，我们这样想，我们要钱。我会感到愤怒，我会不喜欢，但我的愤怒会更少，比起别人告诉你是为了你好，是为了你赢。不，伙计们，这正是时候。这是任何公司的特点，试图灌输给他们，不管他们做什么，你觉得这对你有利，尽管从理论上讲，他们至少可以不澄清这一点。例如，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用户，但没有什么类似于这对您有利、对您有益等等的说法。但这正是任何一家公司的特点，他们总是这样，这不好，但对你有好处，这样等等。当然，我很感兴趣。为什么？也许他们有一种特定的公司氛围，所以他们认为那是所有事情都相对轻松。我不知道，我基本上是老板。当我不喜欢某事时，我就会露出牙齿。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当他们都在进行时，而且第一次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就像这样，不可能的。我一直怀疑到最后，但那时我是第一个发出警报的人之一。伙计们在忽悠我们，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怎么回事。我和 Motion Array 联系过，回复我的是玛雅。他总是试图变换方式回答，不直接的回应。最终，有人告诉我，你让我们厌烦了，不想和我们合作，就不要工作了。我就说，应该就这样，不要拖泥带水，别浪费时间，就是这样。我用信件轰炸你，你也以信件轰炸我。我是个直率的人，我很喜欢直来直去，因为直率，他很多弯曲式的，他摆脱了问题，摆脱了未谋面的问题。好了，不要编造了，我不想再和你合作了。我们不再合作了。尝试着什么，努力着以某种方式呈现、演绎，你只会更糟糕地毁了你的脸，成为不知道、很滑稽的人。顺便说一句，这对某人可能有效，对某人，我确信这起作用。100%，他不喜欢，直接说他是如此出乎意料。有些人可能会流畅地使用这个词，我不知道，我是来自独联体空间的。总的来说，我不知道有人喜欢这个吗？是的，你不知道这个。也许他们喜欢交流，所以他们超出了你的视野，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总的来说，我根本不喜欢其他作者，所以我不喜欢人。总的来说，我并不太喜欢其他作者，因为我加入了一个小组。在某个时刻，我只是离开了那里，因为我厌倦了听到不断的抱怨。我本来就觉得你会说抱怨这个词，这是持续的绝望感，一切都不好，我们都被骗了，无论努力多少，都挣不到钱，这种持续一直如此。我说，我把它当作疯狂的，简直就是个理论，好比就像，我不知道，在海夫我做了一个项目，明白。那时我是个新手，现在我做到了，我现在能赚钱。他卖了2-3次。那么，您为什么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呢？我不知道。再说一次，我已经多年不再追踪了。想作者们工作，不工作是在什么数量上？我对这有点漠不关心。同样，如果您有兴趣，看看那里。当你每天从早到晚在海浮秀时，这种现在更新统计数据，我可能1个月都不登录，也不查看统计数据。我感兴趣的是，完全是最终成果。
那里就像，迄今为止我仍然知道每天都有作者看着记录些什么。哦，您已经跳到那边去了。我只是感到疲倦，我感到疲倦。好吧，我能理解那些每天都在那里上传模板的作家，他们可能有这个，还有，找点其他更有趣的事情做吧。这些作者抱怨和受苦的，他们，但我可能又错了，也许我还没有认真看待他们，我把他们当作姚安特耶夫。我用放大镜看着他们。哦，不是用放大镜，实际上你可以进去看看。我不知道，我们来说 M. Dacing，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作者，看，他每天都有项目发布，在任何一个类别中都没有，可能是许多人不知道。无论如何，他总归整理了一下，甚至有了团队，可能整理了团队。我知道有一些真正的作者，他们有团队，设计师、绘制设计，还有人在帮助他们。曾经有人帮助过我。非常感谢。与达芬奇项目和 Final Cut 项目一起，是的，这其实很不错。但有些作者啥也没干，还期待什么结果？这真是让我很恼火。你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也不应该做。我们今天谈过这个，我称之为抱怨。我真的很钦佩，我非常喜欢勤劳的人。我有2个订阅者。这是一个连续50个月都没有问题的模板人说的。不，有些作者。总之，这个比赛是在视频网站上举行的。那里只需要上传项目，一个订阅者 Ato 在那里。罗曼，你好。他在1个月内，在2个月内在视频博客上上传了200多个项目。不错，我认为这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情况。首先，他是一个视频新手，不知道如何在那里上传项目，他的技术不够娴熟。但要上传项目并不容易，需要上传存档文件，要制作规范、站位符、重命名等。总之，要让网页浏览器能够正确显示。他做了大量的项目。还有阿尔特弥斯，他在 Tride 工作。最初他是签署了最终图卡项目，就像那个。他甚至为此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以便进行工作。我们和他交流过，他的立场就是这样。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做长期的工作，这就是我不久前说的。我认为长期战略在任何时候都有效。你做了模板，即使你做了10个模板，你也在等待，希望卡车现在会来，有钱可供支配。但是这样，但如果你在1年内让每个月都做10个模板，不是10个，是5个，但是1年内50个是50，再加上60，每次机会都增加了。是的，再加上积累效应、复利。让那里的比例下降，利息产生。是的，钱更少了，但这依然是钱。现在我们不仅仅是 Motion Array 或 Video 联合，我甚至在 PodV 上传。我在此之际，在承认方面，我认为这是荒唐的。我记不得是哪一年。总之，我在 PodPay 上几乎上传了所有当时的投资组合。它1年间，$500可能积累在那里。无论如何，只要是钱，如果他们从所有地方积累，是的，我忘了他就像在1年内存了$500一样。谁有多余的，你可以给我转账。我总是在那里说，伙计们，有多余的钱来了，这样可以寄给我。如果不够或者太多，你可以考虑多余的。你可以随时给我发私信，告诉我接受这份礼物，我很乐意接受它。我不反对钱，小鸟着实利利。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命名播客的想法之一。鸟着实不错，在那里有一些不太繁荣的股票，例如 Motion
element 或其他什么。假设你有5只股票，每只股票可以给你带来$200，甚至$500。哦，该死，这太神奇了。让它给你带来一点点，但总的来说，这是非常不错的，这非常不错。当然，在2015年的$1000中，到2016年在$2000，我认为，实际上，当这样你会得到一大笔钱。明白了，看来那不是5000卢布的纸币。有一段时间，美元是$30。是的，直到什么时候？到14年，等等，不是，已经是60了。是的，在2014年正好是这样。那时我有8万，简而言之，大约我不记得16年、17年，那是100不1000，所以就得到了一大捆。你放个小肉饼，好像是在加热。然后又有一个时刻，当钱物到达某个水平时，你就不会再关注它们。同时，我认为我赚到的最多钱，当我从事诈骗时，我在那里免费进行设计或视频制作。有个人给我写信，他说：“你手中有钱货，这些钱货叫什么来着？那种钱货是什么？”优玛尼？不是优玛尼，这是很久以前最初的电子货币，网络钱包。网络钱包就是那里，我记得可能是美元，在哪儿 ？WMS、VNZ， 我记得这个是什么？他给了我3块钱货，就是90卢布。我有多快乐，因为这是我赚到的第一笔钱。说是用于创作，而且它们是真实的，可以在那里使用，可以这么说。是的，我就想，因为父亲对我长期以来一直持怀疑态度，他们是这样。胡说八道，这是每个人的，这是每个人的。是的，对不起，我没什么。老爸可能是对的。是的，我很希望他，我错过了这一刻。我爸爸是一个会修理事物的男人，我没有对你讲过，他在那里造了一辆全地形车。没有关系，简而言之，这是来自瓦尔哈维尔的车。我告诉你，我结束了，我会给你一些钱。总的来说，我们出发了，他驾驶着履带车，我们开在陆地上，通过河道，然后我们开进湖中，在湖中航行。我明白了，到处都是，就是这样。似乎真的到处都有。还有唐，他自己动手建造，他很擅长。很遗憾，我错过了这个时刻。这甚至连基本的事情，灯罩。是的，我家的灯泡坏了，我不能换灯罩。我不懂。老子来了，他帮我换个灯罩。我立刻就找到了一些工具，我拿了电钻出来。我在某个地方学会了些什么东西，但我想要拥有像老子那样的技能。老子当时也想传授给我这个技能，而我却拒绝。我当时在忙着做这个，为什么？我在电脑前坐着，就是图形。是的，图形。是的，不同的路径，至少你不至于做一些愚蠢的事。也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时刻，至少。但我明白，没有成功，我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反思。但我明白，我可能会掌握一些基本的东西。老子就是想传授给我这些。我理解，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例如，他是一个猎人、钓鱼者，他对此了如指掌，会解释一切，告诉你如何做。我清楚地理解，如果再举个例子，将会出现这里，不一定是泡沫。我们受到制裁。我们无法将钱带出去，库存已耗尽，请不必走得太远。我的兄弟，现在他已不再关注库存，结束，无法恢复，没有任何漏洞，没有任何方案，一切，也许这个供应商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倒闭了，一切抢到了先吃，现在这样做很困难，也许只有真的离开这个国家才行。然后正如我们一开始谈论的那样，如果你只是为了钱而来，而后你却无法进入工作室，如果你只是制作波斯风格的个人计划，现在没有钱了。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很快就适应了好事，并希望达到同样的水平。
这里有菜园，你有鸡，可以去捕鱼。总之，我对这种独立性感到非常激动。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幸事件，就连我和妻子也有计划。如果发生了什么非常糟糕的事情，我知道去找老爸。这是我们可以生存的地方，我们会在这个人的身边生存。当然，我们有当地的幽默。这是一个笑话，老爸只用粪和木头建造一切，但这有效。比方说，他做了一个大门，他只是在某处做了些东西，切割了一些铁。但那是一个大门，他们看起来不错。是的，也许他们会滋滋作响，但粗略地说，他没有在那里投入1分钱。这房子对我来说不是6倍的价值，我会亲自建造它，3倍的价值，亲自装修它。我缺少这些技能，我遗憾的是，我缺少这种能力，而且我也是某种股票的俘虏。也就是这是我唯一可能完美掌握的东西。我可能会这样说，这是唯一我真的擅长的事情。我不会指责专家，专家就是专家，也许是为了罗斯，而我喜欢这个选择，甚至购买房子。看，这个盒子卖6块。在那里可能还需要投入3块钱。如果我像老爸一样，也许我会做到这一点。还是自己建房子吧。我总体上喜欢从事库存工作，现在变得无聊了，因为单调，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了，没有挑战。但如果处理表达式，就有挑战。表达是明确，这不是互相关联，而是要写一些严肃的东西。我喜欢这个。实际上，挑战是必要的，因为变得令人厌烦，变成了惯例，因此变得相当无聊。而无聊已经是个坏兆头了。该怎么接近你？不，我有的，我已经喝醉了。然后程序之后，不想再处理模板，再加上不幸的是，也许是一种快乐。当你在某个很棒的层面上了解了自动化之后，你就不想再折腾了。这种修复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你脑海中。我现在会做点事情，我现在会做点什么，我会想出点什么，然后快速感觉。我还没放弃，这已经困扰我很长时间了。我相信我现在会找到一种方法，我还没有尝试过，但想要创造一些想法。顺便说一句，你成功做出了那些想法，那时候你在处理排印预设，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情，最顶级的。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我在视频海狸上看到了排印设计，那是皮克斯洛。我想我应该做些类似的事情，然后我做了类似的东西，非常相似，然后卖出去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这是我的排印设计，并没有太多。我开始批量生产这些废话。那里还有一个作者，名字叫 XFSD Signal， 我记得是这样的。他现在正在吃，他现在那里开始做事了。但基本上他们有点滋滋作响。我正好在他那里看到了图形，也是某种类型的图形。我说，哇，看起来很酷，也开始大量生产。看起来，原来他们都被卖了，真是令人惊讶。大约有5个人做了这一切。实际上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但销售最好。我正好有一个项目叫做独特的排版。独特的排版，这是我在一段时间内所取得的最大销售额，我很满意。他们加入了期货，什么类型？我说，哦，这是成功的时刻。嘿，看，这只是一些项目，你没跟我说，我对你是如何为 After Effects 制作 FFX 预设感兴趣。1000多个，那我是怎么回事？你做了某个主题，并生成了大量内容。谈谈这个，你是怎么想到这一点？你是怎么想出这个想法的？总之，让我介绍一下背景信息。曾经 Adobe 有一个叫做 Adobe Bridge 的程序。
那里经常有适用于 After Effects 的 FFX 预设，你可以从那里应用和查看它们。但如果你自己创建，最初是没有预览的。我对如何最初添加自己的预览感兴趣。我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添加我的预览。现在在 Adobe Bridge 中，你可以在应用之前查看预设。我制作了简单的访谈，实际上是一些动画。那时我已经更多的设计表达是有一种简单的访谈效果，你可以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以及一些设置。当你打开时，整个系列就会被带走。你查看了，应用了任何一个，并且享受，然后他们开始出售。我记得我有50个 FX 预设。你用这些手，用50只手全部做了，然后稍微添加一点反弹，稍微更改一些参数，像概念中添加动画师，然后就这样。我就说他们卖得很好，然后我想到了在某个项目上再做50个。那也是用手做的，然后我就想，我用手做什么呢？那时我参加了一场比赛，就是一个活动，搞得不得了。是的，当时它就像脚本一样，创建一个酷炫的脚本。我创建了一个脚本，文本，动画师，名称是套装。你打开它，选中文本和各种参数。你可以调整，然后有一个随机按钮，点击它，然后就会随机所有参数和表情。有一个 coin balance， 没有平衡。你得到了准备好的凯特。我这样比赛我没有赢，很遗憾，我可能记不得他赢了什么，但我努力赢。那里会给我$3000，但赢家在这里有1500个，好吧，这是3个，总共那里1、2、3位获胜者，第1位获得最大奖金。最后，因为我创造了这样的东西，我用手创造了这样的面团，他们之前卖出去的。我写了一个简单的脚本，它获取所有这些，随机化并创建一堆。我记得我手动保存了预设，所有这些修正。我刚开始创建了200个，我想，然后500个，然后我创造了1000。实际上这是生成的，每个预设都在里面和外面。应用程序这样也那样，他们被卖出去了。不是所有的都很成功，但他们看起来像我手工制作的东西，所以基本上视觉上没有特别的区别。我用手做的是我生成的东西，然后我还创建了这样一件东西，也是个脚本，有点像 Animation Composer， 只是一个糟糕的版本。垃圾，最简单的，但这里有预览，你可以选择元素，预览是基于的。Можно было SPF Fiverr. Это Adobe Animator. Раньше он был, назывался от компании Shockwave. Он называл Macromedia, Macromedia, да, Flash, вот. 然后 Adobe 收购，并在 Adobe Animate 中继承。SVF 文件实际上是脚本，在那里人们制作游戏。记得网站很多，就像地下邮箱或者叫什么的，很多游戏。总之，基本上都是 Flash 制。卡通片也是用 Flash 制作的。总而言之，各种东西。你能够创建按钮，交互性。总而言之，非常丰富。点击按钮，游戏就开始播放。总之，那个东西很酷。但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很差，因此彻底摆脱了它。总的来说，我看到了如何像法庭一样制作预览。进去写了一个简单的 DSVF 脚本。在那里，我想使用了 JS， 它叫 ActionScript， 这是最新的第3版本，但实际上这是介于 JS 和某种东西之间的东西。最终，我为每个元素创建了预览。在我看来，那里自动化的还可以。我有2个包，第一个包有2300个关于文本动画的。那里不只是平衡，而是其他东西。动画很好，但总体上我有2个 in 和 out 的滑块。你可以用复显框关闭一个或另一个，应用1个或2个。那里有时间标记，也就是说，你应用移动标记，动画时间变长，变短。总之，移动元素并查看预览，看看效果如何。甚至有人买了它。然后我推出了第2个包，只是800个元素。我记得，它不同，我重新生成了它，但总体来说是类似的东西。也有人买了它，但第1个销售的最好。总之，动画合成器真的很简洁。
之后，我记得是 CC14，甚至是12。CC 如何开始出现的？总之 SWF 从中删除，基本上这个脚本的所有销量开始下降，因为所有人都在升级到新版本。它变得过时了。但事实上，我创造了很多内置脚本壳内的预设。总之，我创造了类似品牌的东西。那时候很好。顺便说一句，我记得我们和阿尔伯特一起生活的时候，那是有趣的时光。亚历山大，这也是回忆。第一个模板，像我做过，对吧？我记得我们6、7点从办公室来，我坐下，尝试在那里做些事情，直到晚上，在中间吃点东西。是的，我们在那里准备了些什么？所有，我一直工作到很晚。你那时也是，我记得当时你坐在那里计算，做了一些表达式的倒计时。我确切的记得，钟摆动了，我在想，像是谁知道探索他发现了什么样的机会，做了些研究。早上5、6点之前就起床去工作。我不记得那时我有去跑步还是没有。我确切记得做俯卧撑、蹲起。现在我什么都不做这些了。在录制播客之前，考虑讲述令人感兴趣的故事。关于派对后的情况，那时派对不是我们的，成年人疯狂地玩耍。正好在这之前的6个月、3个月、4个月内，有关于这条毛毯的事。不，等等，是2个月。毛毯，它就在这，就在附近。我们好像从办公室搬到了一间正常的公寓。另一方面，你是怎么接触到 SEP 面板的？总的来说，我发现了它们。我觉得，比如说 Animation Composer， 它最初是一个插件，也就是用的是 C++。当时我用 OS 的时候，它就是 Animation Composer 里的一个插件。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插件，那现在它已经不是插件了吗？不，我觉得到现在它还是插件，因为功能更加强大，在视觉设计方面比较差。比如说，因为不是视觉工程师。但在软件内部连接方面的功能要强大得多，但是这是 C++， 他们相当，有点烦。他们那里有一群小伙子，所以没有问题。我正好看到过某个人用一个有趣设计的脚本展示了 Set Panel， 我感到惊讶，像脚本。好吧，设计里容不下。然后我开始搜索，我明白这是 Set Panel 这种 HTML、CSS、JS。关于你不会成型设计，我记得你当时曾谈到过 Timur Konstantinov 的屏幕截图。开关这种颜色，开关颜色和这个那里什么东西在字母。总之，像是的。这是 SPF， 这是 SPF。总之，那个海绵的动画，那里有图表设置。这是 SPF， 让它存在吧。总之，那里的设计丰富多彩。你说这个可能像河流那样形成了，这样看来，甚至可以用图片做。可以。还有，你知道的，当我开发这个的时候，我发现这些脚本非常古老。而且，顺便说一下，它的这个没有意义的，一直在运作。我觉得，你确定吗？可能去年我检查过、查看过、看过。没有 SPF 肯定不能用脚本实现这一方法。总之，也许我错了，但我记得我很惊讶他的贝塞尔是如何工作的。对我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谜。我不明白如何处理影响力和速度，使他们与贝塞尔一起工作。他调整了贝塞尔，这已经是那些年代的贝塞尔了。这不是脚本，不是所有现在存在的面板。那时候，他很可能在那里按帧制作动画。现在明白了，是的，我解释过，这样理解了，不是创建2个关键帧。我不明白这个流程。我明白那里发生了某种转换。数学公式，我用 GPT 聊天寻找过，找不到这个数学公式。我觉得这很有趣。我也无法实现相同的 EasyScript， 我无法复制，而 opacity、scale 和位置不同，我不记得他们的称呼。
总之，有各种动画机制，即使你在复制时很简单，它们内部的值也会改变。有一些变换，但无论我怎么找这个变换，即使使用 GPT 聊天也找不到。有位朋友找到了某种形式，大致计算了一下，但好像并不总是合适。这是 JavaScript 内部机制的公式。他们有动画系统。如果深入研究，不只是尝试 After Effects 中的脚本，而是深入研究 JavaScript 的通用系统。在 ES6 之前，他们有实现函数的示例，用于背景动画、弹跳动画等等。也就是说，它们出现在浏览器中，也就是说，那时它们是存在的。这就是在 After Effects 中以更简单方式使用的东西。就是为了浏览器。浏览器是那里稍微修改了一下，它稍微修改了一下。我可能在说其他事情，因为在 AE 中，没有意义就没有概念。这是真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如何转换这个，将它转换成一中可以工作的东西？我不明白，尝试了很多次。我不明白如何将危险属性转换为曲线危险。例如，如果你拿并尝试使用相同的 influence 和 speed 值应用到位置值上，那里不会有像 opacity 曲线那样的曲线。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认为这是一个数学公式，是一个循环，但不是 for 循环和，而只是取决于时间。换句话说，数学公式会便利特定值并创建曲线效果。我理解那里有某种数学公式，换种方式说就是没有数学公式就行不通。但我找了很多数学公式，我没找到。那里还使用派这个数字作为点，大概它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被用作点。4月的报告 YouTube 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不知道那里写的是某种神秘的方法，我只理解一半，不明白如何工作。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很狂热，现在看，我只是在内部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我重写它3次。不是每次，当然越来越好，越好，越好。但那里有所谓的 legacy 式的代码，我知道 legacy， 我有时重写它，非常注意，以确保没有。我只是写了一个如此优化代码的图表，我一直尝试优化代码。为了不同部分的功能，例如，我有一个函数，它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写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个功能中查询，从那里获取，以避免重复相同的代码。这就创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但我并不总是记得所有细节，再加上我那里只有成千上万行代码，几十行代码。有时候我会深入某处进行调整，但后来发现另一个地方出了问题。这真是一种可怕的压力。当一大群人在同一时间开始给你发消息，告诉你这里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似乎开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看，一个人写了，第二个、第三个，而且有时候有多个任务，我就开始在代码之间来回跳跃。好在我不再过多涉及。回到设置面吧。你看到那里的设计了吗？看到了那个很酷的设计。哇，必须要去做这个。并没有太关注，直到看到 Motion Bro 才真正开始着迷，知道他们的存在。我看到这些东西有点像蘑菇一样在涌现，有一些扩展应用。我看到这些用于应用模板。我看到这个，这是什么？得忙点自己的事了，为什么不呢？很酷的主题。忙着自己的事，学到了有关面板链的更多知识，实际上写了自己的东西，就像我当时看到的那样。看起来和其他的类似，但有自己的细微差别，所以我不能说这是纯粹的克隆，但它们都很相似。这是一个特定的项目，一个脚本，还是你立刻开始制作动画？不，我没有立即开始制作。这原本是文本预设包，最初只是预设，才被认为是解决方案。然后我就是这样，什么预设，滚远点。可以做更多事情，我开始重新构建它，以便其他软件包可以运行。因此，我也有传统的代码。
与 JSX Beam 相关。这个 JSX 包装成了一种格式，无法阅读。这是传统的代码。实际上，后来我从 JSX Beam 转向了 JSON。也就是说，现在软件包是 JSON 最合乎逻辑的选择。但因此存在着传统的代码，其中导入使用 JSX。简而言之，我稍微退后一步，写了我的解决方法。基本上，第一个作者提出这个解决方案的是格鲁兹·这是梅豪。实际上，第一个软件包是当我改变结构以便能够自动签名时遗漏了手印。简言之，可以添加其他软件包。渐渐的，我开始加快节奏，可以增加选项、功能，并逐渐开始编写阿德林克。我认为逻辑上应该管理一些数据。从 Web 构建，也就是说，人们的计算机上有一个静态包，可以编辑一些链接，通过这些链接可以转到作者那里。还有一些东西，但最终交流变丰富了。它最初是基于 Bootstrap 的设计和 PHP 的最大限度愚蠢。现在是 Vue 漂亮的设计 PHP MVC 系统，因此我明白需要改进系统，摆脱 MVC 对管理员和其他人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还有独立的也就是说，总的来说，现在看起来更文明。在那段时间内，包的数量大大增加了。然而，这个主题是我看到很多作者的地方，他们现在正在创建项目，比如他们采用了我的解决方案，希望他们立刻就能得到成果，然后他们从这趟列车上跌落。他们没有销售，他们的包并没有成功，而另一部分，事实上，他们是成功的。他们发布了一些东西，然后越来越多。那么 Sound 它现在仍然在你这里使用吗？是的。那么你是如何找到他们的？还是他们找到了你？有一段时间，我为浏览器创建了一个扩展，以便作者可以轻松编写。有一个时刻，我自己写信给作者并提出，例如，这是一个解决方案，我总共向100个作者写信。其中有10个人回复了我，也许其中的3、4个尝试使用了这个的渠道。我不是说他们最终成功了，但他们努力过。在这方面，也就是说，这并没有太多意义，可以这么说。但是问题是，第一个推动，我也在 Atom 中出售自己的文本动画包，这也逐渐成为了一种宣传，就像有这样一种东西。我在页面上为某人打广告，告诉他们也可以使用，逐渐的就有了这个广告内部宣传，也就是广告。然后逐渐的，齿轮开始转动，并朝着让更多人了解、更多人使用的方向前进。目前每天有3万人在积极使用。我的 Yandex Analytics 已经关闭。关于 Sound 是他自己写给你的，还是你写给他的？他是自己写的，说实话，挺有趣的。他自己写的，说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我想使用，但直到现在。包创建系统是 JSON 格式，你自己描述它，有文档，但这很不方便，感觉你实际上就像坐在一个闭合的房间里。但他成功了，好像一切都顺利。他发布了第一个软件包，然后他说好的，方便，似乎我们在使用，一切都很好。于是他开始大量生产。后来他要求订阅系统，他将他的网站转移到订阅系统上。我为他创建了这个系统，现在他正在使用订阅服务和出售常规软件包。他有 YouTube 频道，所以基本上很容易卖掉他们，因为他在推广他们。实际上，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小型企业，但像Sound这样的人实际上很少，这是显而易见的。大部分仍然是针对视频炒作的，但是视频门户。但 Video Hive 基本上与这个主题有关，实际上是一种艺术。Video Hive 是第3类股票。是的，就像第5点一样。可能不，他们可能更好，也许更快，那里也会有一些多样性。不，他们只是为了加载元素。是的，没错。而且我的1/5，我会扔一堆石头进去，但他们基本上，我不知道，没有发展。好吧，打开其他分类。在我眼前，存货 Storyblocks 垮了，它曾经很好。Video Blocks 那里只卖 After Effects 项目，而且卖得很贵，$100、$8。
我上传了一个唯一的一次卖出，但是挺好的，它就这样消失了。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关注了，我以为就要倒闭了，但他们突然推出了新功能，重新命名，引入普通产品，实际上使用了不同的普通产品，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同样的时刻。我记得那个Motion Array， 当他们首次提出这些佣金时，我想我们也给他们写信了。在某个时候 ，DW 出现了 ，DaVinci 就像模板一样。总的来说 ，Hive、PP 从来不会出现在那里。Premiere 项目出现了 ，DaVinci 也出现了，而且我认为 DaVinci 会逐渐取代 Adobe。我确实听到过这样的观点，因为概况下阿多比也许不是在大型制作中。当我在我的作品集中看到模板时，这个程序完全是这样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矛盾，我讨厌它。现在有时候我喜欢它，当我刚认识它的时候，我讨厌它，太可怕了。有一些内部缺陷，在工作室版本中，我大概每天都会收到 PDR 模板的邮件。在我创作模板的5年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那么多 PDR 模板的邮件。这些真的是人写的，他们运作的很糟糕。计算机上，这个程序是如此没有优化，我觉得它需要立即8000兆的内存，甚至文本动画都很卡。我和很多人辩论过，我总是试图说服我的。在我的太空船上，它似乎正在运行。我不知道。总之，在其他人那里，我的计算机并非最古老的。那个时候，它仍然能很好的为我工作，只是用于机器学习更新的机器。简直太可怕了！如果你不进行预渲染，你就无法看任何东西。这个预渲染也要算很长时间，真是太可怕了。一切都运作的很糟糕，但从第19个版本开始，我认为他们改进了优化，这样一来，跳跃会更快。我根本不知道之前的情况。普通人，但我明白，主要使用模板的用户根本不是设计师，那些人是YouTube 的频道，某种东西开始发生变化。我也有争论 Magraph 和 PP 项目。如果有 Magraph， 为什么需要 PP 模板？因为它们是2个完全不同的类别，不要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就像我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思维错误一样。不要比较 After Effects 和 Premiere Pro， 这是2个不同的类别，完全不同的人使用这些程序，就像 Apple Motion 和 After Effects 有权利存在。是的，有人认为用户永远不会自定义模板。是的， PPS 模板可以让你在每一个细节上直接自定义模板。你可以延长时间、移动元素，如果你知道如何做的话，在 Magraph 中无法做到，这是作者设定的。根据这些参数，你将制作，也许是的，但我还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曾经有一个用户，一位来自美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我记不得是哪个频道了，我也是这样知道的。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幻灯片展示。有些婚礼，我们花了1个小时做了1分20秒的幻灯片，也就是说，看起来不需要，但有些人需要。你知道，在视频聊天中有评论，顺便说一句，这些故事会变久。修改设置，这意味着需要，明白了吗？最好是不要过多干涉。我认为，在这里也是如此。我认为，当你在设计模板时，你需要考虑 UI 设计。包括哪些控制器，而且这些控制器不应该互相矛盾。例如，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你在这里切换，这里就无法工作了。考虑这些微小的细节，
如果用户决定写更多的文字，不要把文本修剪到这个程度，要做更多定制化，它是必要的。而且 DaVinci 的用户普通的，他启动了笔记本电脑，他无法播放。是啊，在笔记本上他可能什么都切。我不知道。总之，因为我在这些模板门后的名声像被打破了一样，在视频上，就不起作用了。现在他们引入了，如果你的计算机上没有安装字体，他们会告诉你缺少字体记录。以前只是黑屏。当然，他们的东西很棒。我记得我访问过他们的论坛，那里有验证码，几乎需要写一个数学公式，他们完全是为极客设计的。而且我注意到他们有某种系统，他们的逻辑基本上是混合和内部的。他们想出了一些方案，弯曲的逻辑在这里融合组合中看不到对方。也就是说，如果在 After Effects 中，我可以在一个组合中创建一个控制器，然后通过其他连接，那里是做不到的。那里有预制件，我觉得预制件系统。我不知道，我不明白这个。Unity 制作游戏使用预制件，这就像一个统一的组件，但它看不到超出该组件范围的部分。总之就是那样。结果，如果你有一个复杂的项目，你按照节点系统进行，你只是有一大堆，但这很难理解。就算是自己建立这样的系统，但那里有多酷的编程？那里有 Python 吗？那里有 Python。总的来说 ，Python 是一个扩展。当我为 DaVinci 做一些事情时，有一刻我开始用 Python 写，但后来还是转到了。听着，乌拉，我觉得，你知道，现在在脚本中用于创建这些。很有可能。而 Python 拒绝了，因为 Python 是设置，必须单独获取、安装，而我知道不需要使用才能完全安装。设置，这是开箱即用，当那里可能需要深入了解我的环境，也就是说只有一次，也就是说它不会自动安装，都会自行安装。Python 是附加组件，并转向接口。首先，在 DaVinci 中的红可能是具有占位符的完整模板，还有其他东西。你可以创建任何类型的控制器、菜单、下拉列表、滑块，这一切都将互相关联。可以插入图片，添加链接，如果需要跳转到某个地方，这将是一个完整的宏观。最后只是文字描述，就这样说，宏观看起来有点像 JSON。总的来说，只需要这样设置，自定义 Adobe 相比，有了它的预设 ，Adobe 就是石器时代。预设在哪？那里的预设，这只是效果。好的，也许有一些宠物形态、蒙版之类，但总的来说没什么。这就是没什么，这就是垃圾。而且他们在所有版本中都没有改进，他们什么也没做。就这样。而且达芬奇有优势，可以直接编写脚本，可以用 UI 制作脚本。在免费版本中，从第19个版本开始，他们削减了这个功能，这就是个糟糕的东西。他们就把垃圾放进来了，好像是说这是一个偶然的东西，这里出现了这种可能性，我们把它还原到付费版，也就是说必须在当天购买。我觉得它很贵，顺便说一句，它直接就几个硬币，很好。我记得它之前很贵，我觉得它值大概200美元，可能是300。你现在就像这样，对，我记得它当时就差点要1000，而且你只买一次，是吧？全功能型，更新会怎样？还是每次都是新版本？我不知道，我并没有这个版本。为什么？因为库里只接受 DaVinci 的免费模板，但你在工作室版本中制作一个模板时，只有工作室版本。是的，只有在工作室版本中，所以他们好像把它扔进来了。怎么说呢？
YouTube 用户提供了一个糟糕的东西，而不是给那些遵循模板的人，因为那里有自己的脚本，他们需要向上升级到新版本。而且，我认为从第19个版本开始 ，DaVinci 现在引入了类似于剪辑面板的功能，其中某个版本上的 JS 好像是电子的，或者我不记得了，我没有深入研究。现在也可以创建漂亮的带有界面的面板，我没有尝试过。而且我看到了 TR 用户数量的统计数据，他们在按指数增长，不断增加。再说一遍，我非常喜欢 Adobe 给了很多。总的来说，天哪，多亏了 Adobe， 我的所有工作都与 Adobe 有关。但是，我看看 Adobe 在做什么，这是一个真正我们应得的更新，更改锚点，新功能，谢谢。Adobe 或者那里改变面板界面颜色，你这样做是因为确实有用户的请求，还是这更像是投资者的请求？希望你每年都发布新版本，钱总是会付的。人们付钱，并不只是为了改变界面颜色。已经无所谓了。增加订阅者的问题，让他们总是觉得有新的事情发生，总是我不知道是否无所谓。天哪！如果我不知怎么的进入 Adobe， 我会做出所有的改变。很多东西，印度人可能会问得更对。也许是印度人，因为天哪，这是一个很棒的程序。此外，他们仍然没做到能做到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关于脚本的部分，我是这样看待的。自2012年起，那里开始有脚本。明白了，设置在 SEP 的形式中存在。现在 SEP 将被取消，将会有其他一些设置。但是现在，据我了解，随着 UI 的开发，这当然是在加速。越来越多的人精通，更多的指南出现了。同样，将他们返回股票，然后只有困难，只有收入。现在还有其他困难，但是我已经谈论过大量工具、大量的指南、导师。这只是您的要求，接受合作。如果您有目标，您可以在短时间内真正加入，或者您在那里，我不知道，您可以做一些事情。您可以顺便说一句，如果您可以给自己建议，您会为自己提供什么建议？实际上，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从没想过，我以为我有答案。我会说教表达、教节目，但你已经编程过了。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就开始学习 PHP 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可以让其他网站创建子域名的网站，它叫做 NewRU。那时候我有一个网站叫 NewRU， 那还是一种不被称为 HTML 的 HTML， 它的名字叫做 Web 网站之类的东西。这是从手机上做的事情。那时我注册了我的第一个网站。那是互联网的奇怪时代，那时候有聊天室、留言聊天室。我不理解留言聊天室是如何工作的。我很好奇，有人怎么按一下就保存下来并显示出来。我分析了那个 Web 的代码，那时候还不是 HTML， 而是以某种愚蠢的方式命名的。我不明白，我很好奇。直到多年后，我才理解它，那就是 PHP。这是一种能够处理服务器请求的系统，这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然后我开始学习编程，然后就有了图形设计。也就是说，总是有类似的经历。如果要说过去的话，可能是购买比特币。我可能是在谈论 After Effects 和模板方面提出问题。是的，一切都可能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总的来说还不错。我不能说一定要改变什么。我确实知道，一直以来，我觉得虽然很难承认，但我不喜欢承认。
但我遗憾的是，我觉得我在这些年里处理模板的方式是错误的。从动画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动画，无论是运动的还是模板的，我认为应该与编程结合在一起。当你改变一个地方时，你的其他相关参数也会跟着变化。你可以用相同的表达方式构建动画，当该动画可以及时伸展时，回应有时他正在拍摄视频。贝卡德做了 Backart 制作的视频，我们在那里与时机合作，即使与我在一起，他也与我保持联系，在那里订购了视频，输送艺术总监。这就是您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编辑工作的原因。类型，那里的东西一切都很好。事实证明，在我看来，有一个视频持续了5分钟，一切肯定都被击败了。他们告诉我，但是有必要在这里这样。例如，我在第1分钟就在那里，我搬家了，所以整个视频中都付出了很多。然后我开始重做这个动画，重做，我需要四处奔跑。一方面，这个动画已经准备就绪，但是我可以重做。要是我们打电话给 Skype， 好吧，那么做吧。他做了大约5分钟，看着明白了，即使没有更多问题了。但我明白，也许作者们不，自由职业者可能会消失，撒谎，就好像，也许你在说谎，这很困难。是的，是的。在他头脑中，我明白，总的来说，理论经常与实践相矛盾。你认为，那么推动下吧？推动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在推动，所有设置都会自动调整。也好，我不知道我会处理这个，不会处理。我想尝试以新的方式制作模板，尝试着更多的基于表达构建，让我有这个时刻。我理解你的意思，让一切都自动化，你推动一个，然后其他一切都自动进行。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是文本下面的自动贴条。这是一个惊人的，简直了不起的东西。这正是所需的东西。我认为，在视频播信上的字幕是最好的字幕，这实际上是文本模板应当具备的标准。因为用户没有移动图层的功能，所以所有都是这样设计的。文本将会自动缩放。你输入文本，输入更多文本，它会自动缩放。会减小，是的，会收缩。另外，如果有几行文本，你输入这个文本，例如这个底部的文本也受到这个文本的影响，这个会下移，这个也会。不是特定的形，而是如果绑定的话，就应当被绑定。如果有一些形状，它们应当与包围框关联起来。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你有 tantrum。在 PS 上只有动画，您还可以绑定 No 路径，也就是说，您会生成零，然后将这些零绑定到文本的包围框中。一切都应该如此紧密相连。我知道作者们不太喜欢这样的调整，但用户们会很轻松地唱着这些字幕，我敢肯定，他们甚至可能不明白，对他们来说一切如此。我理解这一点，我只是，也许字幕可能在视频聊天上下文中并不那么合适。那些最流行的标志，音乐可视化工具、歌词视频，当然字幕只是一首歌曲。这样，如果我从 Hive、Motion Arts 或任何库存中下载字幕，我希望它们跟视频聊天中的一样，然后他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只需写就行了。写吧，不是像你在那里下载的那样，你那里有一个3、4个字母的单词，如果锚点构图在中间的话，好的，如果锚点在中间的话，好的，如果锚点在中间的话，有人会在你的一切之间扩大，但如果它不在中间，你就必须去干预，做一些改变。如果那里有钥匙，总之，碰巧，不是为用户设计，完全没有友好体验，在那里。用户，这叫什么？顺便说一句，关于完全过渡到表达，我记得当 Striga 看到表达时，我就问你是怎么将图形和这段代码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你忙于图形，那么你是什么代码？我对表达很陌生，因为我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我从事创作，怎么可能将创造性与这个结合？只有过一段时间，我才看到了如何平衡创造力和结合的比例。要用双手做反弹，即使我知道反弹存在，一开始我还是用手做，因为它仍然很陌生。然后我开始做一些最喜欢的事情，然后便懒得去研究这些化学知识。我是这样的，需要应用，应用了就是这样。天啊，这太棒了！有一类作者，所谓的守旧派，这是我想出来的。而且我惊讶地发现，好像这是有的。我没意见，人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原则上不使用脚本。我更习惯这样，我想这样做。优化问题，他们似乎不想优化，这是一个优化问题。但这是一个优化问题。对我个人而言，有机会时，甚至带有一些修改，我们也会考虑到 AITU 的语境中，甚至不是 AETU。我们会像之前在 Premiere Pro 中制作项目那样，当我不知道可以从 AETU 部分导出时，我逐步在 Premiere Pro 中重新创建了项目。为了从 After Effects 中创建相同的项目，可能需要花费几天时间，如果不是周那里。当然，这并不复杂。创建文本图层并不复杂，添加蒙版并不复杂，这一切都不难。但这是你经常做的微小动作：进去、展开、复制、粘贴，花时间并确定需要添加什么。所有这些都感觉漫长。如果同样的事情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这是过度优化吗？这是过度优化。而当还有一些人不愿意理解，或者他们不明白，还有这样一种评论：我喜欢控制一切。我有一个案例，有一个 ITU 用户，我喜欢控制一切，我不喜欢这种工作方式，我不会使用这个。有控制和优化。在那里，例如，我有一个函数可以保存，自动运行编码器，进行渲染，并立即替换。好吧，为了正确的查找层，并正确的替换层，我使用 its layer。实际上，我认为在资产中给予正确的名称没有什么超级有意义的。我们明白了，模板工作，人们购买了模板。我没有考虑那里的 IE 层会被重命名，它会有一个类似于条件的名称。但事实上，即使在那里的文件中，他们只有 ID。我喜欢这个人，他说我想正确的命名，这样对我更方便。这有点像某种 OKR， 但不是很大。就像是如此详细。我理解，在某些事情上，确实会有这种感觉。我有时会重建计算机上一些文件夹的结构，例如我们在 FTV 上，每个名称实际上都是一些，但这并不经常发生。那种感觉会占据上风，让一切井然有序，类似这样。我基本上同意这个，不能夸大，这只是无关紧要的。我不知道，我不能说这是华而不实的，也许是，但我觉得这只是关于有些人认为这很重要的谈话。他们想要这样做，请做。这是你的时间，您可以用手创建模板，您可以自定义任何东西，这就是全部。这就像以前会有这样的对话，我笑了。总的来说没有灵魂。像音乐家现在写音乐，这种音乐没有灵魂，或者画作没有灵魂。是的，有很多没有灵魂的内容。伙计，是的，那里的家伙。你裁剪了一些脚本的面具，所以现在我们的灵魂变少了。总的来说，灵魂或其他什么，就像作品。这里有100位作者，每个人都用1年的时间画了自己的东西，你还是会选择一对。在其他方面，你就是我的灵魂。
我觉得，当我们谈论灵魂时，我觉得我们只是为我们赋予价值，无论我们创造还是别人创造。我们创造的东西。关于神经网络，我一直在思考。我和一些人有争论、讨论，我不知道怎么正确的说，而且都很激烈。我意识到，虽然失去我的背景和经验很艰难，毫无疑问，实际上我是在出售我的经验，制作模板。要承认自己好像被归零，确实很难。总的来说，我感觉我在飞入一个管道中，他把一切都吸进去了。无论别人怎么说，那里没有人可以取代，那里充满了废话。他很好的取代了。罗曼也给我发了贴，从今年初开始公司，是的，我看到了。52000名开发人员似乎被裁减了，他们将会这样做，这将继续下去。我知道。那么再来，轻轻一跃，失去它很艰难。我有时候看人，没有压抑不能代替我们，那里没有灵魂。伙计们，首先，用户完全不看音乐，也不看你在做什么。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我们有感知失真。又是一次，我经历过这个。我说过 ，motion designer 在我身上死了，我不得不扼杀它，才能开始做我不喜欢的事情。但后来，最终我从中享受了，因为我得到了结果。我们说过，你在任何一家工作室都赚不到钱，结果比本身更重要。所以你知道，有趣的是，你可能是个超级专家，你在那里是超级大佬，你是某种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在那里，我不知道为漫威制作片头，如果您做了 PP 预设，他们就不会支付您那么多。你知道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情况。这就像我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样，我不知道这位演员叫什么名字，总之他是亿万富翁。他拍摄的是美国垃圾电影 B 级片，就在那里，在 DVD 上发行。但是他赚了多少钱？没有一个好莱坞演员能赚到像他那样，而且他自己拍摄，并在这些电影中自己出演。就是装扮成老太太，装扮成女人之类的，有点像肌肉，只是肌肉。记得亚历山大·斯涅夫斯基吗？他自己出演，只是这里是成功的、真实的人。这意味着他制作这个内容，他可以生产它，他似乎表现很好。我会澄清，并且甚至加上一个瞬间，这就像你从某个领域走出来的感觉，然后你感觉自己就像是加入了这个领域，你成为了这个领域的一部分，这就像参与，你成为了学习过程等等的一部分。总之，以及反射。总之，思考的是，当你成为一个设计师时，如果可以这么说，你是谁？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你在自由职业项目上做了几个项目？在第10个项目之后，你就变成了这样。我是个骗子设计师。你走出了街道，我不知道，拿了杯咖啡，然后这样走。我是个骗子设计师，我是个骗子设计师。总之，不管是什么，我是程序员还是别的什么，都不重要。你加入了这些人，并且成为了这些人观念的一部分。这些人就是这样工作的。我不知道，有个程序员，时髦的人，他在咖啡馆拿这个喝咖啡，他有 MacBook， 他去理发店。总之，是一个特定的形象，可以这么说。你确实可以开始模仿他，你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了解你真正想要什么。你想要成为这个形象，即使你有足够的钱，你现在并不担心这件事。或者你想跳到更高的层次。事实上，我也有这样的转变时刻。在那时，我是视觉设计师，这很酷、很时尚、很年轻，用这个词形容。然后你会想，我可能想要些更大的东西。然后你就不再是视觉设计师了，你需要真正克服自己。我想成为商人。一开始，你觉得商人和视觉设计师有什么关系？完全不同的东西，完全不同。而你逐渐成长。并克服了自己，你战胜了自己。现在我是个商人，基本上这是最好的一点。同时，你不是商人，你已经是百万富翁了等等。
这是个很好的起点，你可以从中继续努力，你可以继续从事编程或其他事情，但你会保持自己是个商人的认识。当你编程时，你不完全是程序员。我只是创办一个创业公司来赚钱而已。我作为一个商人对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在程序员社区里那样酷。我做得很好，这是转变的时刻。我就像你描述的那样，我看待模板的创建，就像对待生意。是的，这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我的生意，我专业的制作模板。对我来说，不，还是有一些事情，我为他们而生病。我希望模板是方便的。好的，这也可以称为业务流程。是的，最好这样做。这是业务流程，你可以叫这里。我想，或许要加一点，做自己的产品时，我希望它是高质量的。这样一来，我不愿意过多投入质量，以致产品符合自己说的价格。我认为，无论谁都可以怎么看。我为自己找到了这种平衡，知道不花1个月或几个月来做模板，我可以在1天内做好模板，让我在3天内做好模板。同时，这些模板也被视为库存，被接纳。我的思维也发生了变化。这些糟糕的设计师们做些什么？然后，当你自己赚了钱时，看着其他人是怎么赚钱的。我为人们能够接受而感到高兴。他们在经济上工作，能够养活家人，能够帮助父母，最终忙于工作。我是谁？让他们接受这种糟糕的东西，这不是糟糕的。这确实也是一个认知重构的时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过程。我会称之为谦卑，我不会称之为谦卑，但我暂时没有词语。我会称之为谦卑，因为这种，你知道，设计师的某种自豪感，我很棒。被低估了。看看我在这里制作了什么样的模板，他们就是这样的。有一个词，我觉得是自觉或者其他什么。当你是这样的时候，这是一种自豪感。在原则上是的。这一切都毁了。我看到他们做的事情，在此那里，你知道，开始了。我看到这样的事情，设计师他们在那里匆匆忙忙的做了些什么？你关心他们怎么搞的？重要的是后来卖的东西。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同。新作者来了，他可以像在那里工作了10年的作者那样做吗？或者现在会有灵感，去那里开始做模板。我认为这会显示出库存水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做像那样的事，不多。像 Nextmotion 水平的模板那样做的人并不多。我这边真是糟透了。尼古拉，能告诉我你做这种模板赚了多少钱？我的情况真的很糟透了。以前可以比较一下哈夫的时刻。我比较过我的蝴蝶，我把我的模板称为蝴蝶，它们能活很久。理解了，克莱姆、摩德公司，看这些作者，其中，天啊，那里有7度和颗粒处理。我想做这样的事，但我看着我的销售额和他的销售额，我明白我的销售额翻了一番。他那边有2000，我这边有4000，然后是你知道的，有一种内在的不理解。我客观的理解，如果我作为设计师看，是的，他比我做的好多了。客观的，我能评价。总的来说，我是一个表面上的设计师，我根本不是设计师。说实话，只有那个设计师一眼就能看出他是设计师，他的颜色搭配的多好啊，字体之间如何友好，甚至是动画的拼接，这些剪辑技巧，你看到一个人在处理这个，而不是那里的那样，从上面，从下面，从左边飞来。但我的价格是一个定数，我可以像流水线一样定期的做它们，同时设计是不同的。设计各不相同，但共同结构确实是传送带式的。右边
下方、左边、上方。我玩了很久圆形、方形，但后来想法用尽了，形状也用尽了。你开始模仿自己，所以需要转向一些新事物。编程是最好的。关于编程的事情呢，想到了一点，我补充一下。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其他设计师或其他什么的，我们恰好不是目标受众，我们只是在社区里。目标受众是客户，而客户对图形一点都不懂，就是这个时刻。即使他懂或者不懂，他的标准很简单，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在我们这里基本上也是这样，但我们还有电影，这里稍微有点像这样，那里有一些像素，这里是这样，就是这样，哈哈，经验，在任何领域经验，不是第三个。用户正在投票，我看到他可以投票，不是因为我会投票，也就是说我会选择这些设计师，而不是自己。但与此同时，我看到我的销售额最好。没有确切答案，为什么？所以我很想知道，尼基塔可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做模板，我很想知道，这真的值得吗？至少他在他的小组里写过，他这样做是为了不生锈。如果股票实际上表现不佳，他将被需要作为自由职业者，这是非常聪明的立场。是的，我当然希望所有人都能赚到钱。如果存货价钱都没了，不用当自由职业者。虽然当整个事情开始时，我根本不想回到自由职业，绝对不是直接避免这种情况。但是当这些制裁开始时，我考虑过一个选项，即我将继续制作模板并简单出售模板。你想象一下，记得吗？干燥的法律存在时，我还是会继续下去的。当然 ，Nikita 还有一招，他在 Motion Array 上展示并赢得奖品。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我不关注这些比赛。但是，如果你一下子为模板支付了500万虚拟单位，基本上可能是值得的。如果未来仍然有很好的销售情况，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制定和实施策略。Nikita 的模板具有工作室品质，我不知道最终用户很容易调整吗？这种动画和质量可能会让用户们望而却步，因为他们会觉得很难处理。需要问尼基塔，需要等一下，尼基塔，请写。实际上，我们的播客结构是一个开始，进入运动设计。有趣的是，动画设计师忽略了这一点。然后我们转向库存，他们的发展如何进入那里的，然后我们逐渐转变。理解有点。总之，进入另一个领域，比如编程，讨论与此相关的事。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话题的原因。关于专业性，是否值得如此深入，并感觉自己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分，实际上差不多。在某些方面，深入了解当然是好的。享受你所做的事情是好的。我绝不是说不要做高质量的模板。如果您的时间得到回报，那么做吧。我只是为了自己认为，如果这种方法无法养活我的家庭，我就无法花费太多时间在模板上。我准备在那里做零食。其实有什么区别？主要目标是确定的，还给他一个名字，根据需要。你总是在谈论某种质量，我可能是在从设计师的角度说这个。明白了，这些模板，我会在某个地方展示他们，其他设计师不会像我一样转发，就是说，看看他是怎么做的，看看，不会，这会被忽视的。但是，这可能让我谋生。
这就是重点。赞、Behance、漂亮的等等，不会给予任何东西。除我很重要，我很棒，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了这个。至少，这无法转化为面包所需最低要求。天啊，听着，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转化，因为它可能吸引客户。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现在看到一些熟悉的自由职业者，比如说，他们想要进入库存，但 Motion Array 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在他们看来，某个地方就像弯曲一样，一方面它弯曲，另一方面不会弯曲。因为如果您花他们的致敬时间，例如，您将获得收入。稳定、被动，让50万美元，您甚至要依靠自由职业者要比获得这笔收入少，甚至让100美元，让它成为200美元，您会感觉好多，很多，好吧？一夜即逝，这些是无与伦比的自由，可以为您提供库存。因此，我是自由职业者，不。我永远不想只是这样。我钱都虽然有排水沟，但我会尽力坚持它们。很明显，一方面我已经搬走了，我编程更多，我喜欢它。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想法并没有让我走，我仍然必须打包。虽然还有时间，到目前为止仍然有时间。是的，我在想，在这一刻，你会像程序员那样理解我们那里的谈话，就好像开始提到人工智能一样。就是你无法做出模板，无法做动画，他们根本不懂。总之都是这样的。我还意识到一个问题，那些说人工智能不能做这个、做那个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被商业人工智能的泡沫，这就给了你这种人工智能的可能性。他就不能做那个。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地方某人的角落里已经有人做了这个，他们已经完美运行。我打算着手去做，而且我甚至写了关于这篇文章，令我某种程度上感到兴奋和恐惧。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太表面了。我意识到我们在电脑上拥有的一切实质上都是信息。我们作为人类，可能看不到这些信息之间的某些联系。那里，字节64是某种编码，或者我们制作视频时，但是机器就像它被教导如何绘画一样，如何教它其他东西，它看到这些规律，它画出了这个图像。算法大致上是这样运行的，它在像素中看到规律，所以它能够画出它们。是的，绿色调，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由于它是在大量数据集上训练的，它大致知道那里应该是什么。概率论，最近我读到这个时，我觉得，哇，简直惊讶。这是一方面如此简单，尽管我几乎不记得学校课程，那里真的有这些发现吗？我觉得没有，可能在某处，但概率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如果这样理解的话，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这是发生或不发生的概率，本质上就是一个零。大致上在表格中都可以转换，只是并非所有数据都可以转化成这个。但在这些中，有一串关于拉扯概率的零。是的，而且它已经具体到事实上这样。我看着模板，我明白，我们这里其实把一切都描述了。整个 After Effects 模板都已经描述好了，可以调出每一个键。有一些脚本程序员从头开始重新创造，然后键的价值。我现在就像创建了一个解析器，我喜欢这个解析器，但我必须承认，我得爬过这块石头。为什么我喜欢它？它是这样构建的，它自己便利所有值，只是空话一通的输出所有信息。你认为一些部分最好进行优化，这样它就不会输出那些，它恰好因为输出所有东西。有这么多参数显示，就好像我在 After Effects 中甚至从未见过这些。
但我明白有很多东西被固定在那里，但实际上基本上没有被使用。它是传统的，这样看起来，这个我的快照是100兆字节，也就是说，数据好像被嵌入了。总之，我不太喜欢搞这些。我认为良好的代码在这里，它是用这样一种语言编写的，它自己找到了所有内容，自动展示了一切，一切都在那里。但这里，举个例子，我输入了数据，是的。同时，我了解到 IP 的错误。这儿有一个来自修改的参数，参数已更改还是未更改？这里有很多参数，它们并未更改，但是图层被创建了，会将其视为创建的。比如位置，它可能只是位置，也可能是分离的位置。我的解析器正在阅读，它将给你显示常规位置，按 X、Y 和 Z 显示。但它们并未使用。А не могу никак проверить. Модифик или не модифик. И вот он тут начинает выводить все подряд просто шумами. Я понимаю, черт. Придется переписывать, придется вручную. Не знаю, придется, не придется это сделать, а лучше будет найти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я найду. Все равно, понимаешь, мне придется писать ifelse. Вот о чем я скорее говорю. Мне придет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ifelse. И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даже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о не только ifelse.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во-первых, кейсы, во-вторых, рекурс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которая внутри рекурсивной функции. Так вот, рекурсивно у меня все выводилось. Но мне не нужно. Мне нужно отсеять кучу всего. А ты не сделаешь проверку на то. Вот только вопрос проверки. Вот, видишь, алгоритм в теории можно придумать, который одну проверку делает, типа, циклом, вот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обытие, дальше событие, перепроверка, если это не совпадает, то, ладно, короче, и EFL придется до руками. 那我怎么办？就像是机器人触碰它。哦，他自己会说话，好吧，耶稣，我明白，这一切都是推理的。为这台机器，他会看的，而且我甚至不会隐瞒，我会购买订阅，下载作者的模板，解析他们，并在作者模板上学。是的，我认为模块化已经在做这件事。我也是。顺便说一句，我问过他们问题，而他们说不，我们不做这个，所以他们的政策发生了变化，而一切未被描述的事情。我记得你有说过这个可能性，可能政策已经更改，这就是改变。那里根本没有这些词，但可能会有。好了，就是这样。考虑到他们对作者的态度，我认为他们都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许并不转达，而是在出售这一时刻。也许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毕竟这也是一个模板，而且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主题。但我明白，可以洗刷一切，学习也是可以的。是的，好的，没有灵魂，好吧，让我的灵魂不在。最终我会看到，虽然我已经建立了结构，已经创建了预设，但我只需要用数据填充它，绘制形状。需要学会。如果在此，我明白了，该死，完了。即使是矢量图形，它们也是有点描述的。轻松学会，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事情了。是的，你真的可以打开 SVG， 任何 AI， 插图软件，你可以自己看看。我明白了，它是什么样子的。事实上，关于数据集的问题。最好对更微调进行调整，比如星星，如果形状是怎么输入的，你那里有这样的事，或者表格，写星号和点。听着，顺便说一下关于 JSON， 然后按模板来。我一开始会在自己的身上学习，就像我现在扔掉提示一样。标签、示例、JSON、带有键、组合、嵌套结构的模板。我的老鼠，如果绕过 JSON 会怎样？立即创建 NZ 或 Safe Tensor 模型，也就是绕过转换为 JSON 的时刻。前中的时刻与训练过程中的模板直接相关。我还不太明白。好的，只是有个想法。
不能界定能否实现。我只是想，杰森理论上是这个时刻，实际上是顶端或者是线链和之间的中转点。模板和神经网络的线链，理论上可以解决它，它并不那么重要，也可以通过它。不，我数据要怎么喂给它？问题就在于数据不会单独进入 JSON， 它们将立即保存在 Safe Tensor 模型中，不一定是 Safe Tensor。最初是在模型中，该模型已经调整了权重，每次有新模板时，权重会重新调整。不，我不明白。但这是一个四维感知中的模块化模型。我刚开始你说的话，我知道一些。我开始参加那里的课程。顺便说一句，有2门课程，我真的很惊讶。网站名字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以 S 开头，不是 Skillbox。我真的很吃惊，有很多课程，有便宜的课程，数千、1500，还有免费的课程，而且可以。我现在在进行一门课程。某种 MTFU 课程就是这样。总之，什么大学直接大型高校，对吧？关于神经网络，我很惊讶。我想，哎呀，原来是多么棒！事实证明，原来有这个东西。我本来打算再去参加一门关于神经网络的 Yandex 课程，但那里的课程价格都在200左右，大部分超过100元，可能吧。我在想，不，我现在还是看免费的比较好，看看结果会怎样，有什么数据，而且如果有必要，我会去那里的。还有一件事是我通过这些我正在学习的课程学到的，值得感谢。原来，谷歌有一个什么服务，可以免费简单的。你的电脑不够强，显卡不够强，甚至可以通过这个鼓浪远程安装本地的神经网络，甚至生成视频。好吧，会有限制，但总的来说适用于任何测试。这个事实实在让我震惊。我这里就组装了一台电脑，结果学习神经网络的话，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也许开始时应该试着通过远程方式做这一切。是的，那里有强大的 GPU 用于加速。关于神经网络的想法，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这就是那个想法。我在想，最初更多的像是一种爱好，你有没有从事过？这也是我的爱好。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对此很感兴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就像是一个赚钱的想法。不，这是明显的，它总是应该存在。无论你做什么，都可以沿着的途径。可以说是为了心灵，类似创作。你知道，展示给世界看你创造了什么，但实际上把它转化为金钱，而金钱可以转化为任何事物。你从事的任何活动，会买学历，完全不知道。说唱，我非常想在退休之前停止工作。这就是我的宏伟目标。我不知道如何赚到这么多钱。我明白，这可能至少是50万美元。也许是的，大约是这样。最好更多一些，最好更多。是的，在投资上至少投资到某种长期投资组合。是的，稳定的。我离这还很遥远，但我有这样的希望做一些事情，这将让我在短时间内做这些事情。与此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只需回去并制作模板，继续努力，不要停下来，这也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不像以前那样，但会有收获。这并不是没有希望的。至今模板仍在销售，他们仍在赚钱，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增长的可能性。虽然不像以前那样，但确实存在。再次，就像我们说的，手上的麻雀胜过天上的鹤，因为我能够。简而言之，这也很重要，不要追求金钱。而我感觉我拥有的，你知道的，就像淘金热。这就是我闻到了味道。是的，你知道，这使作者有了惊人的机会。虽然我只是在24年底的某一刻开始使用这个，尽管我经常使用编程，也就是说，我做了一些事情。我编程，我喜欢，我享受。同时我说，我不会继续做这件事了。
我自己也坐在这里，更新了这个，更新了那个，这没有人知道，这是在引擎盖下发生的。但扩展变得更加稳定，变得更好了。它移动到了其他轨道，例如，我添加了一个东西，扩展计量着周期性的变黑，可以说是这样。然后它重置了。简而言之，你不会做到的，这种情况会发生，它不会。但当你重置时，所有之前在搜索中的设置都保存在本地存储中，在浏览器中全部都会丢失。为什么不将其保存到单独的 JSON 存储中？就是这样。哦，你全都理解了。我正好意识到，现在我们有一个文件，里面保存了所有的设置，暂时还没有全部。我会做一部分，然后我就厌倦了，忙着自己的事情。但我转移了一部分，现在保存了重要的主要东西。甚至你也会在 AE 版本之间跳跃，这正好是其中的主要细节。如果你留在本地，很可能就无法跳到那里。是的，是的，而你已经在版本之间工作了，所有这些都被整合了。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我没有在任何地方公开，但我仍然在那里，工作稳定性，或者还有其他什么花招。当然，对我来说，为 YouTube 做出贡献本来就是一种祝福。因为当我工作时，我开始使用 YouTube， 如果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我就会开始调整。也就是说，这里有这样一种情况，也有这样的时刻，在一个视频过程中使用了原子。对我来说，我感觉很尴尬。天啊，怎么了？你知道的，马上开始有了想法，这个、那个。我很快就掌握了，结束了，就不去折腾了。我是这样的。该死，可以这样，有这么多时刻，以前我没有使用过，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那人做了这样的事，有东西可以直接改进，大大改进。我累了。那么，我们要聊多久？还有关于模板的整体威胁，我觉得没人会开发，也不会专门做模板。这可能只是一个本地故事，因为对于业务来说这不会太有趣。如果可以直接制作视频，还需要做模板，我不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这也很有趣。这就像我做的扩展一样。对我来说，这样做是有趣的。后来，当这成为商业的一部分时，我对此感到非常疲倦。我倒下了。我在艾特上烧了。也许我们已经到达了程序员着火的沉重负担。今天想扔掉，但没有扔。我现在会告诉你，如果你写有错误的代码，那就是初级。如果你写代码并且知道如何修复这些错误，那就是中级。如果你后悔选择的道路，并梦想着在湖边的小屋，那就是高级。我是高级。顺便说一句，实际上我是从i2开始的，花了多少时间在开发上，整天坐着。我现在真的可以写代码了。我现在就是高级，真的感觉到我不可能是一些任务，有一些任务我做不到，除非他们远远超出了某些范围。虽然有一些书，比如在 Premiere Pro 中挖掘文本层，没有 IP， 也没有直接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但是通过发明的方法，可以将文本从 IE 转移到 Premiere Pro 中。那你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也许通过大量的试错方法，已经发明了一种机制，使其成为可能。现在与我一样，现在这个时代才开始，效果和各种条带，各种有趣的事情。但是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有一个古老的扩展剧本。顺便说一句，我甚至为 Adobe 感到难过，他不切换到 UP。下一个骨头将与下一个骨头相同。很抱歉，出于某种原因，为他们感到抱歉。他们在功能方面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使用它，因为名称是构想的。好吧，内部编程后效果，表达内部效果。
理解大多数人。假设模板的大多数作者都可以创建颜色，控制。好的，好处是隐藏在那里的，这石头可以做到，这将伸展适应，但是还有更多机会。而且，如果我在脚本和许多参数方面做得很好，事实上，我对 Adobe 非常感激，在 After Effects 中达到最高峰，因为我也用 Photoshop， 真是疯狂的东西，这太糟糕了，真是一团糟，因为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动作脚本，还有其他一些不明所以的东西。总之，这是我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东西。我讨厌 Photoshop。我认为，比如吧，我不知道，已经赢了2次。Premiere Pro 也不是最好的，但还是有一定逻辑。这是从 After Effects 过来，有点不习惯。但是它确实存在。此外，还有工程师的白帽黑客漏洞，这个被称为。对，关于 Photoshop， 你发现了那个秘密的脚本方法。下一个版本的 Photoshop 已经发布。我最近刚刚有一个案例，从版本25开始，在 Photoshop 中现在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不再起作用了。在那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现在这更不明白，这是持续的。你们在那里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们的程序发生了变化？你们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我明白，有时候几乎确定是拐杖。我理解那里的性质。我自己不喜欢那里的重命名，那种食物我明白。当我走的时候，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现在要摆脱这个，它将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但这更好，因为它提供更多的风格。同样的地方，订阅系统出现了。对于 Motion Array 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就像我们谈到潮流重新设计，伙计们，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变得很好。事情就是这样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好像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但在这里，为什么要改变？不清楚为什么要改变。我讨厌的要命。现在我头有点晕。插画家的画的相当不错，就好像……哦，对了，他在工作的时候，有人在 Adobe 论坛上向我展示了他的一些问题，好像他有点问题。我看了照片，看着还可以。不那么糟糕。有什么我不喜欢的东西？首先，你看每个程序，在每个程序中都有 Photoshop、After Effects、Illustrator， 每个程序都有混合模式。但在所有程序中 ，IP 似乎不同。尽管在其中，例如毛边，在 Photoshop、Illustrator 和 After Effects 中都有，它们大致上都可以运行。我有某种遗憾，伙计们，他们可以构建这样一个糖果这个生态系统。我看到他们尝试实现这一点。统一的热阶段，从插图程序中可以复制和粘贴一些东西，例如将其放在 Photoshop 的图层上，然后可以做一些东西。他们还编写了一个与扩展数据有关的画家，可以查询某些内容。记得，在脚本中，当你编写应用程序时，你可以创建一种对象，允许你访问另一个应用程序，然后捕捉这个答案。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圣伯达，大概我甚至没有使用这个。是的，但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附加功能和权宜之计。为什么随从中解放了？因为那是一个错误的系统。关于使用 Extended 和 JavaScript 进行通信，逻辑没有意义。无论如何，它还是重写了。当我看到你们，伙计们，一切都可能如此同步，一切都可以互相流动，这可能会很酷。我在某处看到了评论，他曾经换过电影。他到底是要什么？如果有 Photoshop， 现在电影是标准了。如果当时是这样，那将是惊人的。虽然我还是理解的，有机会。然后，我仅仅就设计做一个原型，
说实话，它更多是为了展示和与客户协商。就像这样，有动画，然后有一个问题。设计中有适应性的衬片，出乎意料。明白了，设计中有 flex 元素。你可以直接创建响应式设计，但本质上都是一个东西，可以用于网站，用于图形模板。之后 Photoshop 看起来就落后了。也就是说，可以将相互交互的对象联系起来。我看了一下，那里做了一些设计，这是它纵向拉伸的，嘿，那里有弹性。类似 flex， 是的，我的小兔子会帮我写，然后它折叠起来，有了弹性，像是排列好了的柱子，重新排序了，尺寸好像也改变了，没有编程，它只是在显东西。哇，太酷了！是的，总的来说，就算只是一个可以根据文字大小改变的标签，这简直就是是梦幻般的。但坦率地说，我不需要用它。这些东西以前我也觉得有必要，我自己基本上没有在 Photoshop 或其他地方制作模板。我的妻子做了一些设计，她会画图，然后我将其导出到 AE。我自己做这些公司的模板时，我直接稍微画一下，效果不错。虽然我知道这不是最佳方法，因为在程序中更快地更改什么东西，用于设计。这是合乎逻辑，这也是一个关于速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些具体的时刻。我们可以联系维克托。我不想向观众求助，这是什么不敬？这需要留下。我根本不尊重。是的，问题不在于部分播客是通过强制进行的，很多尝试最初都是通过强制完成的。那么你在搞什么？你要干什么？这很正常。总的来说，我不知道，我可能说了多余的话，就好像，你可以修剪，很有趣。不，当我在聊天中写下我的话，有点多余，那种感觉。我会尝试做一些类似播客的东西。你现在试试？是的，我试试，甚至做一些编辑，即使只是一点点。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货币是点赞和订阅。也许会走出去，虽然我自己把它看作一个局部故事。在 YouTube 上基本上可以上传，在 YouTube 上会上传的，只是在播客过程中思考。我觉得我一到就开始谈论这个是必要的，缺乏动力。不，这并不让我失去动力。我大概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如果顺利的话，那很好，也许我会采取一些行动。再说，我们正在录音，我们有几个摄像头，在那里有几个，这一切，这花费了我本来可以用在对我和我的家庭更有益处的、更有趣的事情上的时间。一方面，这是一种活动转变，我不是说，这是多么可怕这样的事情，但是坦率地说，我现在有很强烈的愿望，在那里，我现在处于积极状态，我将要去那里。接下来我将拍摄，伙计们，在下一期偷跑。对我来说，实际上看一些视频有点恶心。我不喜欢人们扭曲这种做作，你知道，这就是做作。投票给我这个，这就是情感发出的。我不知道积极，不，只有蒂姆尔·哈尔钦科才有趣。蒂姆尔·哈尔钦科是一个阴沉、憋闷的家伙。那么就是这样。我不会说不，你写的那样，你是怎么写的？你知道我。再说一次，怎么说呢？总的来说，我有时和人们交往的方式，并不应该像我和那些订阅者交往的方式。同样的粉丝说，不能这样交流。你是公司的代表，你在这里这样。而我说，我是一个傻瓜，我像是在交流，我尽力了，但我累了。一方面，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接受自己，洗白，辩解。但是，毕竟，又一次，我有一些人生哲学，我不想，这也不太对。我明白，我们都在玩游戏，这在哪里？适应。在某处要去做这件事，有时候恰恰相反，
需要表现出坚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如果按对待妻子的方式检验忠诚，显然他不喜欢。是的，我理解粉丝们的想法，我也不喜欢。当我表现出某种坚定时，我明白，实际上，当我问问题时，你是认真的，好像我在为他们的非智力能力奋斗。一方面很粗鲁，另一方面我真的，怎么？你认真的？有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竟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我明白，人们似乎是不同的，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旋转。我自己可能也是如此。你知道，当我写作、学习编码的时候，真的。但总的来说，无论在哪个领域，你知道，都会有一些类似。在一个领域里，有一些人，大家都懂、知道等等。不知道的时候去找医生，医生会说好的，这样做。他就是这样。我没明白，而且他好像真的很久才能理解。像怎么可能？对一个如此简单的东西，显然我有所谓的专业变形。我明白，例如在编程中清晰度很重要，算法很重要。也就是说，当我在那里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也会感到烦躁、愤怒、疲惫，所有这些都积累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具体问你一些事情。我开始建造一座与我的问题毫不相关的楼梯。你说录个视频，人消失了；发送截图，人消失了。要么他离开了。不，他没离开，因为如果出现错误，我的哲学也是如此，必须尽快修改它。如果一个人消失了，他肯定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是没告诉我，为什么他突然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那里没有解决。我向你保证，如果代码出了问题，那就是它不起作用。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例如额外点击一下，然后，而且这跟你无关。最让我惊讶的是，有这样的趋势，粉丝们开始解释你的代码是如何工作的。这个简直就是我的屁股直接烧焦了。因为这样或者这样开始解释应该怎么工作。我写了代码，只有我知道它应该如何工作，它应该做什么，以及它的结果应该是什么。但我看到人们混淆了这个概念。我希望它能够工作，你的方式就是错误的。他们为自己想出了它应该如何工作，所以即使是那边有个伙计，他在写什么，我不想碰那些。确实，有些人担心我的状态。是的，我不想打扰你，但我说，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对，我们来纠正。我是为了纠正不正确而来的。但当你们在那里弄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使用一些其他脚本时，然后你们就发现它为什么不工作，或者不明所以的按下了。我有一种感觉，人们有时候只是，他们指着按钮，甚至不知道他们在指什么。他们只是这样点点那样，他们去那里看过，学会了，就像在 X 上可以制作模板一样，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它添加了什么，或者其他效果，你完全不明白它是怎么工作的。但是如果你不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你基本上无法创造新的。所以，说 Anium 吧，这是你创造的库存，那里有多少作者？你是如何开发它的？用什么开发的？它给你带来了什么痛苦？对话令人疼痛。大约6到8个月来开发它。Laravel 框架、PHP 框架，设计也是，实际上就是页面，类似的，不是 Vue 和其他时髦的风格化东西。实际上，那里有很多作者，我自己邀请了一些作者，比如你不想来之类的。实际上，关于作者，内容很多，总的来说，需要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并进行整理，因此，社交上没有必要特别称呼作者，他们很可能会来看到或听到某个地方，因此作者足够了。至于推广其他行动方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怀疑。首先，不仅仅是重现，总是有一些，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有一些小小的意义，但考虑到付出的努力等等，
这个想法完全是失败的。在这方面，最好做点别的事情。而且这也有点愚蠢。此外，还有与客户的工作，你要负责。这是一些问题，有点大同小异。有些人创造，从 Google 授权，然后使用普通电子邮件地址注册附加到账户，然后说我的账户上没有商品，而实际上你总是像呼叫中心一样。这种抑郁的氛围，我当然会相对合理的回答，对不起，打扰你了。这真让人恼火，真想捅破这个傻瓜。你还好吗？我尽量保持冷静，不要。情绪还行，你知道的。有人写信给我，我第一个想分享的是来自这部电视剧《远程卡车司机》的片段。滚开，苏杰帕，经典。我就像激动的，好像有人写了什么似的。你想干嘛？给我私信。不必。有时我真的在想，我需要再开个号码。所有我的个人隐私都保留在私人之间。我在那里存在，在这里，你要么砸我，要么不砸我。我会在月底去那里，也许我会看一看，也许我不会看。实际上，我已经开始无视了。别说太多废话，为什么不呢？说话要更积极一些。我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为客户充电。不，听着，事实上，情况就是这样一部分。每个向我求助的人都得到了我的个人支持。直接说，我愿意录制视频教程，不止一个视频教程，不止一个视频回应，愿意进行展示任何东西。但有时候我开始感到疲倦，然后我这样做并不保证人们最终会从中受益。试用，有时候会赚好几千。有一次，一个人写信给我，我记录下来，他使用了演示模式，然后可以在半年后写类型，而且还有演示模式。我不是很在乎整体，请使用。我甚至说，伙计们，如果你们是勤奋的人，准备注册电报账户，新的亚马尔邮件可以注册任意数量的档案。演示结束，重新做试用。我认为，对于那些不想为 Adobe 支付费用的人，他们会进行类似的操作，那里甚至更简单。您想要，请做，但不要来找我求助，让我带你去什么地方，展示什么。而且，我有一个因素特别让我烦恼。当那些已经使用产品1年半年的人写邮件给我时，我感到非常恼火，他们遇到了一些麻烦。我明白，我可能有责任，我对此很正常。但有时人们开始掺杂 IT 的工作能力。为什么 DaVinci 里不起作用？为什么这里不起作用？为什么他应该工作？或者为什么这里会这样表现？那是其他程序，伙计们能工作的工作。或者解释一下会起作用需要做什么？答案很简单，导出看看哪些有效，能起作用的就起作用，不能的就不能，就是这样，很简单。或者那里有人开始有点让人头脑复杂，似乎需要一些特别的事情去做什么，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做了，看看，不起作用，好了，关闭这个，删除它，不要回头。我已经基本到这个状态了，我不要。一般来说，没有人的帮助，我已经有很多视频录制了很多视频课程。此刻为每个功能做了导师，现在有更多功能，我把它交给了这个。您甚至可以说一句话：当你花钱，我完成了。我可以说对了，我已经结束了一切。我不能，我不想。一方面，我只是把这样的工作完成了。艾特本人
非常有益。如果我开始坐下来，我在那里，我几乎需要一切。另外，该死的编程的能力是超级方便的，好吧？真的，我认为自己这样，这是一项很棒的技能。再加上艾塔，他已经成长了。这不仅仅是艾塔，这是一个生态系统。我在此处取消了授权，并在网站上注册。相同的前端、后端，这不是 AE， 这似乎超出了范围。即使我在那里做一些我自己的事情，我似乎考虑，我有一些想法，如果有的话，我已经知道，这里我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服务器是如何工作的，也许不是完美的，但是我可以在 C 上组装一些东西，我将至少有注册、授权，还有机器人的整合。现在我看到我如何实现订阅、加密支付的整合。这实际上是一种暴行，因为那里的方案本身就是纯粹的垃圾。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创造了如此复杂的结构。那里的 Gstone 嵌套在 Gstone 对象中，只是赋予了不需要的实体荣誉。你为什么关于它？我不会的啊，在这方面，你知道 IA2 是一个在 C 上常见的扩展，只是有个想法。总是这样吗？是的，我想要以某种方式实现它。我确实实现了它，尽量实现。我不懂，问别人也没人特别清楚。我也不想打扰任何人，必须自己弄明白。要做事，开始做。再说，你看，比如说，我没有创建体系结构的经验，而内部结构，用户那些字段应该有哪些？这也是某种结构。现在我明白了，你在那边搞了些什么，但那时我觉得很自然，就是有订阅，订阅包含这些字段，同时有键。AE、PP， 一方面我理解，另一方面我明白，嘿，不应该写 AE、PP、MG， 而应该写 After Effects， 就是这样。所有这一切总是让其他人来，让他不要认为 MG 是什么。这就像那里的顾问一样，对吗？谢谢。从事营销，雇佣人才。我也在想，雇佣什么样的人？雇佣什么样的人？只有我明白我的代码将如何运作。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修复这个代码，因为即使有程序员，这个程序员至少也要了解 After Effects、Premiere Pro 或 DaVinci， 这样就很昂贵。是的，对不起，这么多事情，不是每个作者都知道这个。在这里，你不仅仅需要知道，你还需要精通代码以及音符如何工作，它们如何关联。让我们说一下，我自己在这里开始给一个对 AIQ 感兴趣的作者录制教程。录制 Premiere 导出 Final Cut， 然后开始录制 DaVinci， 导出，并且需要一些操作，一些调整。我明白了，我不想要完成，我不想去弄，不想花时间在这上面。就算是私信，也会对我说，会有什么其他课程吗？对吧？来自克里杜温的感兴趣，我会略过它。好了，我不想。如果我突然有兴趣，我会录一个视频，我会上传，但这里我不想。我有其他事要做，我想看视频。你知道，我觉得我已经做了足够的事情。总的来说，要点是一样的，无论你做多少，改进多少，总是不够的。即使只有一个按钮，上面写着“按我”，也会有人写着说要按哪里。这是真的，是这样的，尤其是当你与某个领域的人交谈时，这些人总是，我一直在想，那些在呼叫中心工作的人，他们肯定会直接去，我看到每个人。每一个走这里的人，也许没有到那种程度。为什么？这样想吧，人们关心电话中心的地方很多，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电话中心，你都会遇到一些愚蠢的问题。我碰到过一个例子，真的让人啼笑皆非。总的来说，我在公寓里订购了一些设备。我没在这间公寓住，
他们应该在特定的时间内送到。我要去那里，我等了半小时，我想是1个小时，他们不见了。我说了，好吧，我走了。我妻子说，再等一会儿吧，我们将某些东西登记在他的号码上。电话响了，我们出发，5分钟后到。半小时过去了，总之我在那等了一段时间，后来收拾好就走了。他们后来打电话问你在哪里，没有人在这个公寓里住。А я, знаешь, я приехал туда, и дом пустой, мне даже негде сесть. Я стоял все это время, словно там ждал 3 или больше. Поэтому мы тут на этих пеньках сидим. Мы тут хорошие. И потом начинаются приключения. Деньги уже заплачены. Товар не был доставлен. Я начинаю общаться со служб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и тут начинаются круговороты. И общаюсь. Сейчас я вас переведу к другому специалисту. Я объясняю. Сейчас я вас переведу. Я начинаю объяснять заново. Потом через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и вот так все. У меня уже нет терпения. И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эти новые операторы ни в чем не виноваты. Их просто уже накрыли волной. Я не хочу выявлять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е стороны у этого оператора, но я не могу каждый раз повторять одну и ту же историю о том, что произошло. И вот у меня такая же ситуация с пользователями iTunes. 人们可能想要个性化的方法，但一切都已经写好了，一切都已经说过了。你还想要什么？你还需要什么？不晚。我说实话，好像我最后一次坐在那里，也有人。总之，我就是无法连接电报机器人。我甚至考虑要直接采取这种注册方式，有用户在使用，请使用，这里不会有新人。首先，转化率实在是太低了，让我们这样说。它真的很低，注册数量增加了，但没有新用户。好的，我明白了。我创建了一个不是最好的导出扩展，我接受这一点，再多挣扎也没有意义。总的来说，我有一种想法，也许我可以在那里进行一些市场营销。一方面，这可能是值得的，但在此，你和我今天说，我不想撒谎。是的，营销始终是点缀，这不会没有点缀。在这里，不是谎言，这是点缀，而且我不想点缀任何东西。我希望人们来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困难。最主要的是，困难是幸运的。太好了，你好，我想要地方，所以我给这本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这对他来说是笔直的，可能导出到其他项目的项目数量。没有一个作者在 DaVinci 他的设计最终很漂亮，首映专业人士。它不断地挂在运动阵列的所有类别中。好吧，他也是一个男人，年轻，他20岁了，他到处都是，他被指控，显然是因为他们问你，你有时间，就像他一样，可以免费吃。当他被指控，带点，我觉得自己是如此，这是 Nishtyak， 就像一个英俊的男人一样。同时，我不会说他以某种方式在那里买了一个超级 duper。是的，有问题。我起初是。通常，我试图提供帮助，解释一些细微差别，写下一堂课。是的，太好，那就无需碰我。现在他们甚至写作，我可以在对话开始时说，我不提供支持，我不想提供它。我记得 Vkontakte 的 Lancer 有一个铭文，也许到目前为止，我不建议惠普。再次，我不建议药物。据我了解，在他的数据包之后，项目的写作非常疯狂，这是怎么回事？同时，他实际上不应该直接连接，但是很可能有人写作转过身，喜欢和这样，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其他东西。因此，我在这一点上真的很感激，
也非常感谢粉丝们，因为正是通过那些使用 Ado 的人，他们为此付费，帮助打造了 YouTube 的现状。实际上，他们支付了钱，并立即成为测试者。是的，我还有一个问题，瞧，在播客过程中，我讨厌你。然后，时间上有点错位，有人可能感叹，那么好吧，我就关掉了。在视频的最后，谢谢，这里没有矛盾，我不争辩。我的意思是时间上应该稍微调整。我首先表示感谢，然后，但是这里还有，仅仅是不同。如果有多余的话，我们总是可以进行编辑。例如，托雷斯莫蒂的作者，他在某种程度上对编辑科学起了巨大的作用。作为测试人员和创意发挥者，尽管这是我偶尔可能不喜欢的用户之一，因为想法太多，我们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例如，我在那里做了1个星期，或者几天，甚至一整天，尽管没有离开座位，写了一些东西。你能想象，用户检查并表达观点。是的，他工作，但不正确。我简直是觉得被贬低了，明白吗？我在这里拼命的挣扎，对，我把我的健康都用在这里了。你的疼痛不会消失，真的。你坐在那里，你甚至在我们录制播客时，感觉到我的大脑在填充我的头骨。当你编程时，认为你一直在脉动。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此沉浸其中，以至于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自己被这一切淹没了。你如此沉浸其中，以至于你躺下来都在想着工作，结果根本没法睡。你一直醒着，你醒来的时候还在思考，也就是说，你完全融入了其中，好吧？也许我对此的态度完全不同。如果用户更多，会怎么样？多几倍。总之，如果这带来了，我明白了。总之，如果我感觉到的收获投入其中，像股票一样，当你赚大了，态度完全不同，肯定会有70%，这将是不同的。从许多方面看，甚至可以雇佣程序员之类的。在这方面，我像是把自己逼疯了。没有人可以使用。我折磨我自己，因为这是我的心血。我努力在那里表现得好。一个好伙伴，开发人员，你给我写信，晚上我可以起床，修复一些东西，更新，直到像这样的程度。总的来说，我对此的看法要比积极多，因为这让我感到愉快。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才做今天可以做的事情？我喜欢这种效率。我明白，现在明白，这有些过分。最终这一切，简而言之，对我的心理和身体造成了伤害。我感到对这一切感到厌恶，我不想碰这个。一方面，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我真的很想从事这个，但我不能把我的时间花在这上面。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没有回报的时间投入。我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多少？就这样，这就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因为如果我用同样的时间，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不是为了支持，以取悦那里的用户，修正一些东西，引入新的功能。但如果我处理模板，而且是模板，我会像以前一样简单的处理它们。没有这个，我可以每年做100个模板来加载它们。我认为有了这个，我能做更多。我一直渴望着现在完成这个，然后开始做模板，就能更有效率。虽然另一方面，现在我明白了，好吧，我还是会处理。在线上不会太紧张，都像
蛋糕一样轻松。再次强调，这并不是说有必要由它来处理大量数据。同样的，你可以处理同样数量的数据，你会有比时间更多的自由时间，要么以天为单位，要么以生命为单位。我现在达到了这样的状态，我想要把时间花在动漫上，这是正确的立场。而且我还上网回家了，我现在下载了很多游戏，因为互联网允许我这样做。我在《博德之门》游戏里，那里有额外的130级字节，危机第1、第2、第3以及无人之境。总之，所有出过的游戏。总的来说，我计划要玩的，我不确定我现在是否能够打破自己。打破在于我习惯于工作过程中，我需要做点什么，还有我需要打破自己，以便最终放松下来，释放自己。就是放松。可能无论如何，我放手游戏还是不行，至少对动漫是关机，关闭电脑。然后只是阅读书籍，再次在电脑前坐着。这时也有相似的情况，一样的。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但只要你在工作或者有一些事情，不能马上逃离，那就是出路。这是一种放松，这比什么都不给要好。总的来说，我有一个主要任务，我需要实现。当然，就像人们说的，你立即想要烧桥，所有这些都是这种精神。我已经处于这种状态，无法放松。我总是像弦索一样绷紧。我明白最好的出路是用茶。总之，你知道的，比如我喝伏特加。好了，我现在要喝啤酒。我不喝伏特加，将会像喝啤酒一样充实。这里，戒酒，就戒酒，或者我抽烟，吸完一包。好了，我现在要控制自己，一天要抽半包烟。一方面，可能吧，你可以取得进展，是的。另一方面，因为我以前曾经抽烟，就是这样，买了包烟，扔掉了，然后我就戒烟了。是的，也许在做这件事时曾经尝试过，然后重新开始。总之，我了解自己，我知道，如果你留下这样一个缝隙，或者是什么门的话，你很可能会爬进去。是的，我明白，对我来说，我不想留下任何缝隙。真的，我想要暂时摆脱互联网。总的来说，即使有爱图聊天，尽管我已经退出了付费聊天使用的订户，我不会回去了。我想要保持远离互联网，然后就直接站起来走开了。你去哪里？不，顺便说一句，这个很有可能。我在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我不是很需要这个，我又在上网了，在那里看博主的东西，我不关注，我不感兴趣。那有什么意义呢？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关注一下。看他没看某事，也许你可以去看看。在 Telegram 上有一些订阅内容我并不需要，没有这样的订阅，即使有，没有也能生活。我只是在某个时刻想要下载模板，我已经订阅了设计师，读点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也并不怎么需要。我再次浪费时间，我并没有学到什么，只是不断滚动页面，需要清理一下。我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的，我知道该去哪里，我知道要做什么，只需要找到自己的力量并做到。这是一个基本的事情，不要打开电脑。最后的话，听着怎么深奥的哲学思想？不，但认真的说，你知道吗？不，我同意，我是说你以那种语气带动了节奏并说出来的。糟糕的是，相机现在没有拍到它的食谱，这是必要的。这就是那个时刻。我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候，一天要做100次俯卧撑，跑1公里，甚至10次俯卧撑，这只需2分钟啊！你试试每天1年做10次俯卧撑。这是纪律问题，人们只是开始放弃，在早期阶段忘记了。这里就是，尤其是编程方面非常困难，有一些基本的事情很容易做到，
你那边吸引了你，然后我就是知道吗？我有这种依赖，就是这样，就像你的头脑里有一个刺一样，你需要解决问题。对不起，需要解决问题，而你坐在那里，你什么都不会分心，你就是我直接去那里，我就像喝代码一样，直到我解决了，我就什么都不吃，不需要直接。我真的连续16个小时工作在电脑前，特别是当我在开发这个的时候，1年半、2年，每天都在这种模式下。嘿，顺便说一句，知道吗？当你处于这种状态的第1周或2周，甚至很酷，但是当你时间太长时，你就……这就是我理解的，在短时间段内这是正常的。有时我们需要挑战自己，但是我用这种方法把自己烧伤了，并且耗尽了自己。回来，关于我说的模板，我有1个月的冲刺，也许1个季度，我努力工作，然后我休息了半年，或者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但是我在这里已经好多年没有休息了，然后仍然有知识，好像在这里敲击或者其他什么。不是1周，也不是1个月，我需要一个巨大的时间段。巨大的时间段就是为此而存在。在总的来说，我觉得读一下《所罗门的箴言》这本书会帮到我。我现在正在做的，那里写着，总的来说，一个明智的人将躺下睡觉，你的睡眠将是宁静的。我阅读，我明白，这对我有影响，对我的心有影响。这是写给我的，就好像必须沿着这条路走。而且索马会安宁，我的指南针出错了，是时候调整它了。那么现在我们告别了，再见，10年后见。希望我能活着。来吧，谢谢，谢谢，谢谢。